什么？你堂堂一个修仙者被凡人给绑了，他们还要嘎你的腰子？对，你虽然只有炼气3层，但肉身也淬过灵气，凡人能割你的肾？长老，你不知道啊，这里的凡人套路太深了，我被他们给诈剑绑架了。我叫赵小凡，天眼宗杂役弟子，上个月掉进裂隙，醒来就到了叫蓝星的新的世界。这里没有灵气，没有修士，却有飞机、手机，还有一群比妖兽还会下套的凡人。去查一下赵小凡的魂灯，看看有没有反应。你先证明你是赵小凡。长老，你要我怎么证明？他们说明天就要割我的肾，他们连麻醉针都准备好了，好大一根！麻醉针是什么？就是一种针，扎进去你就晕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割你肾了。所以你现在在一个未知的界域，被一群没有修为的普通人绑架，他们要用一种叫麻醉针的东西把你弄晕，然后割你的肾。总结得非常准确。而你联系宗门，是想让我们跨界来救你。对，赵小凡在。你知道跨界传送需要什么条件吗？不知道。根据典籍记载，跨界需要精准的界域坐标、海量的灵石，以及至少2位元婴期长老的灵力支撑。而且，我们现在连你在哪一界都不知道。长老，魂灯有微弱反应。赵小凡，魂灯确认你不在元阳界。长老，别急着哭，即便确认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但不代表我们能救你。那怎么办？你自己先想办法保住你的肾，我会立刻上报宗主，去请宗主。另外，把所有关于跨界传送的典籍都搬到了护法堂来。赵小凡，令牌保持通讯上通，宗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弟子，这是宗门的规矩。宗门没有放弃我，可天一亮，那群凡人就要动手了。有意思，真有意思。你已经说了3遍了，到底怎么个有意思法？能联系上那个小子吗？我想测一下信号来源的方向。人到齐了。周旋，你是说一个炼气3层的杂役弟子到了另一个世界，用他身上的宗门令牌联系上了你？是，宗门典籍记载，元阳界之外确实存在其他界域，但那都是上古时期的事了。现在已经有了，而且如果这个令牌真的连通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意味着跨界坐标是可以被锁定的。锁定不了精确坐标，但我能确认，这确实来自元阳界之外。哼，一个没有修仙者的世界，没有修仙者，就没有本土强者，意味着如果我们能打通通道，那个世界的一切资源都是无主的。哼，今日议事厅内的一切，出我口，入你们耳，不得外传。是。长老，你们商量完了吗？有办法救我了吗？长老，你们商量完了吗？有办法救我了吗？宗主他要亲自问你几个问题。宗主，赵小凡，我问你答，不要多说，不要少说。是。你所在的那个世界，除了你之外，有没有其他修仙者？没有，这里的人全都是普通人，没有灵力波动。那个世界的武力如何？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里的人不会法术，肉身也很脆弱，但他们炼气特别发达，手机能远距离通话，无线网络能把整个世界的信息连在一起，还有一种叫枪的东西，普通人扣一下手指头就能用，威力炼气期的修士挡不住。炼气期，那也就那样。还有更厉害的，导弹能从很远的地方打过来，威力堪比筑基修士全力一击。还有一种叫核弹的东西，一颗大功量核弹瞬间释放的能量，堪比金丹后期修士的自爆。那个世界有多少颗这样的核弹？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从我看到的资料来看，几千颗肯定是有的。你是怎么落到那个地步的？修为为什么会消失？我也怎么着？等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钱，没身份证明，只能打游。后来看到一张高薪包吃素不需要身份证的招聘广告，就去了。结果这是一群骗子，他们把我关在一个小黑屋里，说天一亮就要割我的肾拿去卖。你那边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晚上，快天亮了。他们终于信了蓝星不是弱点，可我知道，我可能撑不到宗门找到路。醒了，醒了正好，省得我们拖。大哥，等一下，咱们商量商量。商量什么？
我给你们干活不要钱，搬砖、刷碗、跑腿什么都行，一个肾才能卖多少钱？我给你们打工一辈子，挣的肯定不止卖肾的钱。你一个黑户连身份证都没有，能干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连存在的资格都没有，你唯一值钱的就是你的肾。别挣扎，一针下去就睡着了，醒来就完事儿了。那我加入你们，我帮你们找下一个。哼，你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废物，能帮我们找什么？行了，别废话了，按住他。这样栽在几个凡人手上，怎么了？这令牌不只是通讯器，它是一个双向通道，灵力可以从我们这边传过去。那还等什么？传个金丹期的护法过去。通道大小取决于两端灵力的最小值，那边那个小子只有一丝残存灵力，通道比针眼还细，传个鸡蛋都费劲。那能传什么？小物件，很小很小的物件，而且不能是活物。灵石呢？灵石可以，不是活的，体积小，而且是灵力载体，它能吸收。再传一张金刚符，此符炼制时便设下了防护禁制，一旦感应到对符主肉身的实质性破坏威胁，便会自行触发，形成护体光幕。那就一起传。应该传过去了。赵小凡，我们给你传了东西过去，别丢修仙者的脸。是灵石，还有防护符箓。抬到隔壁去，准备手术。等一下，怎么还没软？宗门没法跨界救我，那我就自己走出去。我你妈！大哥，饶命！你们要割我的肾，要把我当牲口卖。你们说我没有存在的资格，现在我有没有资格？有，大哥有资格，大哥有。我很想杀了他们，但这个世界有律法，我没身份，没根基，能藏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路子，有渠道，有我需要的一切信息。刘强，你们搞什么呢？准备好了没有？你这是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给你下了一种只有我能解的毒，7天之后，你的五脏六腑会慢慢烂掉。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给你解毒，我不会下毒，炼气3层也没学过这种手段，但他们不需要直拖来。这个人不对劲，过来。现在你身上也有毒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古武高手，会内功，会点穴，能用内力杀人于无形。难道小说里写的都是真的？古武高手？不可能吧？那不都是小说里编的？你见过刚才那个光吗？你见过谁的手指能发光吗？刚才那一幕，医学解释不了。大哥，您真是那种古武高手？古武高手吧，比修仙者好解释。从现在开始，你们4个的命是我的了。我没有身份证，没有钱，没有修为，可从今天起，我在蓝星终于有了第一个落脚点。说说吧，割了多少人的肾？大哥，我们是第一次，真的第一次。对，我们之前就是搞网贷催收，这活头一回干。大哥，我之前就是在城乡结合部开黑诊所的。你们最好没骗我。你们知道的，我没有身份证，帮我弄一个。大哥，这个得看情况，要是有熟人能证明您一直在咱华夏地界生活，去派出所补办，虽然麻烦点，但能弄到真的。没人证明啊，那这事儿就难办了，只能先整个假的用着。就是别去银行、机场那种查得严的地方。多长时间能办好？快的话3-5天，太慢。那加急2天。2天后我要看到身份证。大哥，你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保证办得漂漂亮亮的。墙头草也有墙头草的用处，用得好是一把好刀，用不好，第一个捅你的就是他。还不快去！周长老还活着，活着，肾呢？也还在。长老，我这边出了点状况。什么状况？我把那几个人收编了。你说什么？宗门给你传送物品是让你在那边能够活下去，不是去开宗立脉的。我知道，但情况特殊，他们知道我没身份证，能帮我弄个假证先用着，而且他们对这边熟悉，我需要有人跑腿。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先想办法搞点钱，打听打听这个世界的情况。长老，这边的人走科技大路，很多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得先摸清楚。你之前说的手机、飞机、核弹，都是真的？真的，我亲眼见过手机，飞机在天上飞我也见过，核弹爆炸我也在手机里见过。刚刚你就在说手机，手机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小盒子，里面什么都能看，什么都能知道，还能隔着很远的距离通话。刘长老说，既然能传送灵石和符箓，理论上也能传送其他小物件。你需要什么可以报上来，宗门尽量帮你准备。长老，能传一本炼气图解吗？越小越好那种。你要炼气图解干什么？我想看看
这边的科技和我们的炼器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如果能看懂他们的炼器原理，说不定可以让我们在炼器方面借鉴一下这边的科技大道。可以，我让柳长老抄一份简本。赵小凡，你记住3件事：第一，你现在体内只有1点灵力，那4个人现在是怕你，等他们发现你现在其实没多大本事，反应是迟早的事。我知道。第二，你所在的那个世界有能毁城灭国的武器，行事低调，别惹到不该惹的人。我明白。第三，我们这边能够传送东西到你那边，那你那边应该也可以传送东西过来。你想办法看能不能将你说的那个核弹传一个过来。长老，你在逗我吗？长老，你在逗我吗？不过就算你搞到这东西，通道太小也传不过来。先活着，这事儿以后再说。长老，我用这边的手机查了一下，他们不只有核弹，还有更厉害的氢弹。如果核弹对标金丹，那么氢弹应该能对标元婴了。加起来应该有1万多颗，如果有需要还能继续造。你说多少？1万多颗，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公开数据，而且这只是现在的数字。这个世界没有进入战时状态，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短时间内造出更多。赵小凡，你确定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宗主，我在网上看到了多个来源的数据，包括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和第三方机构统计，可以确认是事实。官方他们把自己的武器数量公之于众，这些信息公布出来形成威慑，让敌人知道你有多少武器，反而不会轻易动手。你之前说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普通人，都是普通人，肉身脆弱，没有灵力，那他们是怎么造出这种东西的？靠科技，靠分工，靠成千上万人一起协作。这个世界的人单体很弱，但集合起来很可怕。宗主，我建议宗门需要重新审视与那个蓝星世界将来的关系。复议，复议，复议。准。赵小凡在。从现在起，你在那个世界的一切行动，直接向我汇报。我只是个杂役弟子啊，前一天还差点被凡人割肾，今天怎么就成宗主直属了？赵小凡，保护好自己，你现在是宗门最珍贵的眼睛，眼睛没了，我们就瞎了。我就不明白了，那边的凡人没有灵力，肉身脆弱，凭什么能造出那种东西？咱们元阳界那么多凡人国度，他们怎么就没搞出什么科技大道？凡人的确没有发展出你说的科技大道，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尝试过。什么意思？我翻到过一些上古时期的记载，那时候元阳界的凡人和修仙者之间的关系跟现在不太一样，凡人的工艺水平其实是在稳步提升的。那后来呢？后来修仙者发现了一件事，凡人辛苦研究10年造出的机关车，速度不如一张吉星符。凡人改良数代的水车，不如一个饮水阵。不是凡人不聪明，是他们所有向上的路都被修仙者更快、更强、更方便的手段替代了。蓝星没有修仙者，没有神仙，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他们只能自己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他们走出了科技大道。从今天起，蓝星不再只是赵小凡的避难之地，而是天眼宗必须认真观察的文明。宗主的意思是我们要学他们，宗主的意思是我们要学他们，是借鉴手机、网络、飞机、枪械、导弹、核弹所有公开资料，凡是赵小凡能接触到的都要记录。藏经阁可以单独开一处蓝星卷宗，所有信息分类归档。阵法堂会继续研究令牌通道，若能传回手机实物，我想拆开看看；若能传回飞机图纸，你还想拆飞机？想。怪物堂建议暂时不要再以征服之心看待蓝星。那个世界的完人很弱，但他们集合起来的力量不弱于一个顶级宗门。准。还有一点，赵小凡必须先站稳脚跟，没有身份，没有钱，没有安全落脚处，他这只眼睛随时会瞎。我会继续联系他，让他先解决身份和生计。宗门这边能传的小物件尽量支援。告诉他，别急着替宗门拿回什么惊天宝物，先活着。大哥，东西办好了，先临时用着，后面我再想办法弄得更稳一点。多久能完全稳？2天，最多2天。有身份才能租房买东西，才能真正活在这个世界里。下一步就是搞钱，还有钱的问题，来钱快的，但不犯法。大哥，您说的这个来钱快不犯法，这2件事它本来就是矛盾的呀。怎么矛盾了？来钱快的事儿都写在刑法里了，不犯法的事儿来钱都慢。讲正经路子。还有个事儿，之前这活没成，外面那边要赔偿。赔偿多少？50万。50万？大哥，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之前为了接这个活，我们把手里那点钱都投进去了，现在手上就剩2万多块了。我还有7800，能不赔吗？应该不能，那边的人不好惹，如果我们不赔，他们肯定会来找麻烦。大哥，以您的实力，如果直接出手，鼓舞高手的事你们知道就行，不要声张。大哥，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行不行。您知道我是个医生，我就想大哥您能不能用内力去给人治病？
小说和电视里演的，那里不是可以帮人治病疗伤吗？在元阳界给凡人疏通经络、培元故地，并不难。这个世界的有钱病人，就是现成的财路。这个事儿能干。赵小凡，宗主有3项指示，你听好了。在。第一，获取手机、飞机等核心之物的样本公开资料，以后条件成熟了，通过令牌传回。第二，查清核弹的公开数量、威慑方式与公开规则，严禁贸然接触实物。第三，评估若天眼宗举宗降临，正面抗衡此界的胜算。长老，您说的这个手机和飞机还好说，核弹……宗主知道很难，正因为难，才要你做。我尽力。还有一件事，我准备试着用灵力给凡人治病赚钱，需要精通药理的人帮我。周旋，你说有个弟子在异界，要我隔着令牌看病，你护法堂最近是不是太闲了？不是看修士，是看凡人。那个世界的凡人没有灵力，却有很多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赵小凡想靠这个站稳脚跟。问题是我看不见人，摸不到脉，怎么判断？大哥，可以视频，就是让对面看见这边的画面。长老，这边手机能把画面传过来，但令牌能不能让你们看到，我不知道。柳长老试过，可以让令牌短暂承载影像，消耗大，但能用。这个世界的凡人，竟然能把人的骨头和造腐照出来。他们叫拍片，叫检查，有意思。比望闻问切粗糙却直观。小凡子，你听好，治病可以，但别逞强。你灵力少，只能缓解，不能乱承诺根治。明白。低阶丹药和几味药粉，我会让柳元志想办法传过去。记住，所有药效都按凡人承受里稀释，不能出事。大哥，第一个人来了，是王姐的父亲，脚疼好多年了。王医生，你说这位赵先生有办法？王姐，先让赵先生看看。这叫风痹加湿热，不是大病，但疼起来折磨人。小凡子，用一点灵力疏通。不疼了，真的不疼了。爸，您慢点。这不是鼓舞，这是神迹，跟对人了，真跟对人了。赵先生，多少钱？第一次2000，3天后再来。蓝星第一笔干净钱，到手。大哥，那边催赔偿了。大哥，那边又催赔偿了，50万，拖不了太久。先看病，第二个病人到了，症状也在脚上，医院跑了不少，钱花了，病还反复，还是疯病一类。小凡子，灵力别多，药粉也要大。赵神医，谢谢您，我先给这些，后面的下次补上。3天后再来。这个病有点麻烦，不是骨头的问题，是气血的问题。小凡子，你先用灵力给他疏通经络，减轻疼痛。回头我让药堂配几副专门治风痹的汤药传过去。赵神医，谢谢您。3天后再来。大哥，一个下午17000，加上王姐的2000就是19000，这个钱也来得太快了。这些你们4个分。大哥，这是给我们的？怕只能压住他们一时，钱才会让他们看见跟着我的好处。大哥，这个路子不能一直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里治病要讲证，我们现在是熟人介绍，病人不闹还好，一旦出了事，警察、卫生那边都会找上门。王医生，你别吓人。我没吓人，我以前就是在灰县边上混，最清楚这东西。那怎么办？要么找合法机构合作，要么找足够硬的人情。这里没有丹炉，没有药堂，却有数不清的仪器和穿白衣的人。秦队，人已经……闭嘴！没死，至少还没完全死。大哥，别冲动，医院都宣布没办法的人，你要是没救活，这几个警察能把咱们吃了。他没死，我可以救人，但是得这个数。行，50万，只要你能救活他，我现在就去凑钱。队里10几个人，一人拿点，很快就能凑齐。我本来想说5万的，这一把不只是救人，是我在蓝星真正站稳脚跟的第一步。小兄弟，你刚才说他没死？没死。胡闹！贯穿左胸的枪伤，他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心跳了。你是什么人？你有行医资格吗？没有。大哥，这事儿风险太大，他要是真出事，咱们3个都经不起查。但如果救活了，这些警察就欠你一条命。老秦，我不能让一个没有行医资格的人在这里动手。那就不在医院治，带出去治。
医生不是说病没救了吗？听说有个懂古医术的要带走，回去把那条龙弄掉。行，你需要什么设备？我让人去准备。什么都不需要，一辆车，安静的地方，我一个人。在车里治？你连基本环境都没有，就想救一个枪伤病人？小兄弟，你也在外面，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开车门。周长老，我这边有个病人，枪伤贯穿左胸，没有心跳，但我能感觉到他还有一丝生机。我需要李长老。你等一下，小凡子，把灵力渡进去，先让我看看伤情，快！他的生命火苗还没灭，只要火星还在，就还有机会。把灵力渡进去，不要急，先让我看清楚。这就是那个世界的武器，纯粹靠物理破坏，一个小东西就能造成这样的伤势。他们叫枪，普通人扣一下手指就能用。小凡，他若真是警察，这一步对你在蓝星立足很关键。先稳住那一点生机，具体细节我来说，你照做，但不要逞强，你的灵力撑不了太久。续命丹到了，花水慢慢喂。他若还能咽，就还有回来的路。他没有反应，再等。他咽下去了，要起作用了。最后一步，让那颗心重新找到节奏。停！跳了，虽然很弱，但他自己跳了。暂时活了，他伤得太重，续命丹只能吊住3天，后续治疗交给那边医生。你说大哥能行吗？如果他不行，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行。不是消毒水，不是药膏，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样？他怎么样？命救回来了，后续治疗交给医院。有脉搏，有呼吸，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祖传的。祖传的？什么祖传医术能把一个临床死亡的人救回来？不方便说。有脉搏，真的有脉搏，瞳孔也有反应，这怎么可能？刚才在医院里不是已经……稳了，大哥真把人救活了，跟着他是对的。那个说好的50万，对，都过来凑钱。50万，到账了。绿藤市刑侦大队秦正，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还有，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干我们这行随时可能出意外。可以。大哥，你是没看见那几个警察的表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想说什么直接说。大哥，那个违约金的事儿，那边催得紧，再不还，他们就要找上门了。你是想让我帮你把50万还了？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大哥，但这钱不能白给。女警救活了，暂时救活了，对方给了50万，现在刘强他们之前欠的赔偿也是50万，所以你要把刚赚的钱全赔出去。长老，我需要3样小东西：隐身符、空间袋，还有牵引箱。这3样东西是打家劫舍的标配，你要这些干什么？赵小凡，宗门需要你搞钱，但底线规矩必须守。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只是想先把账平了，再看清对方到底是什么路数。救人赚的钱是你在蓝星立足的本钱，这毕竟是宗门的钱，不能就这么便宜外人。我这就给你传过来，但记住不许伤人，不许露底，不许把蓝星律法当儿戏。大哥，那边说今晚必须见面，地点发来了。蓝星的规矩我还没学会，但这一次不能再被凡人牵着走。大哥，那边叫刀哥，做事狠。以前我们只是外围跑腿，没见过他背后的地方。哼，越不想让我看见，我越要看看。要不我们报警吧？大哥，你刚救了警察，秦队欠你人情。没有证据，怎么报？说我一个无证黑库，带着几个前绑匪，怀疑别人违法。东西给你传过去了，刚救完人，你灵力虚的厉害，别逞强。明白，我只把钱送过去，再把钱带回来。若他们真干了更大的恶事，我再把证据交给管的人。送钱还能把钱带回来？送钱还能把钱带回来？
这就是古武高手的世界吗？刘强，你命挺大呀，活没办成还敢拖到现在。道哥，钱带来了，50万一分不少。哼，这次算你识相，以后再接活别带这种不懂规矩的人来。账清了吗？清了。那以后别找他们。大哥，走走走，账清了就行。账是清了，可那股味道不像做小买卖的地方。刘强，车开慢点，今晚还没完。大哥，钱没了就没了吧，咱们今天也算保住命了。我说过，钱不能白给。你真要一个人回去？那边人不少，万一有枪怎么办？所以你们不用跟着。王医生，大哥人呢？别问，把车熄火，等。不会开锁，不会密码，也过不了指纹。那就不打开，直接拿走。怎么了？账册不是普通勒索，是人命买。小凡，别冲动，先保命，证据交给蓝星官府。长老，我知道，可门后还有活人。按住他。谁？别怕，我不是他们的人，我差一点也会被关进这种地方。能走的慢慢出来，不能走的等警察。钱呢？柜子呢？哼！谁在那儿？谁在那儿？哪位？秦队，有个地址，这里有被关的人，有账册，有枪械。你来，别问我是谁。小赵，快一点！蓝星的恶人，就交给蓝星的规矩收拾。全体都有，跟我来。队长，这边有枪。报告，发现大量受害者被关在铁笼里。叫救护车，所有人不要乱碰现场，等痕检。队长，发现账册，封存，一个字都不能漏。秦队，这些人都被精准击晕，力度恰到好处。还有，现场很多嫌疑人说看见了鬼。鬼？我也解释不了。还有这个。小赵，你到底是什么人？大哥，这事儿以后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吧？查到的是他们，秦队会猜到是你。哼，猜到和证明是两回事。蓝星的警察能收拾他们，可这些枪、账册、通讯方式，宗门也必须知道。你端了一个地下窝点，还把蓝星官府引过去了？我没有端，只是发现证据，顺手报了警。枪呢？你说的那个普通人扣一下手指就能上炼器修士的东西？这里有一把。没有灵力编动，没有阵法刻痕，
全是金属和机关。小凡，你没碰它的危险部分吧？没有，只作为样本传回，具体怎么用我没问，也没拆开看。好，那就让战堂看看凡人的武器到底有几分本事。只测试威力，不外传过程。这东西没有灵力也能打出这种威力。若凡人大量持有，炼器弟子进山前就会吃大亏。不止炼器弟子，如果数量够多，筑基也要小心，这会打破修仙界平衡。若凡人掌握足够多的低门槛杀气，修士对凡人的绝对压制就没那么稳了。我要拆开研究。可以，但所有样本封存，所有记录列入蓝星卷宗。赵小凡那边继续收集公开资料，优先保证安全。大哥，咱们下一步干啥？买东西。买什么？宗门要的东西，能让很多人隔着10公里说话的小黑盒子。多少个？先问价。刚解决50万，新的300万又来了。我靠！城西仓库被端了，警车、护车全去了，刀哥完了，彻底完了！这是好消息啊！刀哥倒了，咱们以后就安心跟着大哥混了。你懂个屁！我们以前跟他干过催收，万一查起来呢？昨晚我去了一趟。大哥，你去了？一个人？我报的警，钱也拿回来了。那警察会不会查到我们头上？如果真找上门，你们就说只干过催收，其他都不知道。就这么说？就这么说。他们不是好人，但现在能用。能不能走回正路，要看这一次。下一位，你们放心，我爸痛风10多年，赵神医看了看，吃了药就好了一大半。警察同志，赵神医可是真有本事，你们可别抓他。对啊，他收钱比医院少，救他！各位别激动，我们不是来抓人的，就是了解情况。小兄弟，原来是你啊！秦队，稍等，这个病人马上就好。秦队，什么事？借一步说话。强哥，大哥会不会把咱们交出去？闭嘴！大哥说交给他，就交给他。小兄弟，我先谢谢你。小陈醒了，医生说他能活过来是奇迹，但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奇迹。收了钱的，50万明码标价，不用写。50万买一条命便宜了。小陈今年23岁，刚从警校毕业2年，他爸妈就他一个闺女。还有一件事，外面那几个不是好人，有人供出他们以前暴力腿收，最近还接了一个买卖器官的活。要被割肾的人是我。我从山里出来，没身份证，到处打零工，看见高薪包吃住的招聘进就去了，然后被他们绑了，说要割我的肾。后来呢？我把他们说服了。你觉得我会信？那我换个说法，我把他们打服了，告诉他们跟着我干比割肾有前途。你又是哪儿来的？蜀地山里跟师傅学医，去年师傅走了，我下山才发现没身份证寸步难行。刘强他们，你想怎么处理？以前催收的事，如果没严重后果，能不能网开一面？这次看在你的面子上不追究，但以后他们再犯，我第一个找你。放心，他们不会再犯。哼，你说了不算，他们说了才算。没事了，秦队不追究。以后好好跟着你们大哥干正事，别给我找麻烦。秦队，您放心，我刘强要是再犯，您把我抓进去关一辈子。小兄弟，关于你的身份，最好没骗我。秦队放心，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诚实。大哥，你刚才说要买多少？1万对。1万对对讲机，确定？确定。行，大哥说买，咱就买。这家要多少？家用还是工程用？远距离10公里以上，电池耐用，能批量供货的。多少钱一对？320。贵了，我要的量很大。多大？1万对。多少？兄弟，你不是逗我吧？1万对，300一对就是300万，但一次性拿这么多，你得便宜点。拍什么呢？没拍。什么时候到？3天后第一批3000对，后面分2批，1周和10天内到。开单。阿西，你说大哥买这么多干嘛？可能建通讯网，
大哥一个人建那么大网干嘛？猜不到。兄弟，你这是要开安保公司啊？大哥，这也太多了，3000队只是第一批。你们先出去，我自己整理。大哥一个人弄得过来吗？别废话，大哥让出来就出来。长老，第一批到了，3000队你那边收到了吧？喂，到了多少？3000队，第一批，后面还有7000。这个东西我要拆一个，发给弟子们试试，先发给战堂。雷中天等这一天等很久了。每人领一队，分组测试，10里范围内实时通话。听得见吗？听得见，清清楚楚。没有灵力也能传音，这东西真能用。这不是玩物，这东西能救命。赵师兄，3号采取灵气波动异常，向右挖到支脉。先探明走向，别硬挖，医护阵法检查清楚。左前方300步，铁背狼，练气后期。李锐绕后，周青正面牵制，我从右侧包抄，保持通讯，听我口令。大师兄，刚才那配合简直天衣无缝。继续巡山，别废话。矿脉说此物可救命，巡山说协同作战大幅提升，外派弟子说此物甚妙。所有外派弟子都该配，对讲机能改变情报速度，也会改变16宗格局。赵神医真神了，我妈那腰看2次就能下楼了。阿西，你看美女，这谁啊？不像来看病的。这位美女是来看病的吗？不是，我找赵小凡。您是朋友介绍的，他在吗？大哥，请您进去。林医生，你来干什么？我想知道那天你是怎么把小陈救活的？心跳呼吸全停40分钟，你凭什么说他没死？到底用了什么方法？我说过了，祖传的。祖传的什么？医术、药方，还是别的东西？林医生，有些东西不是我不想解释，是解释了你也听不懂，又一个麻烦自己送上门了。你用现代医学解释不了，就说我听不懂？不是听不懂，你用现代医学的框架，我用的不是这个体系。拿尺子去量水温，量不出来，不代表水不烫。那我看你这个。可以，别耽误我。下一位。赵神医，我妈这风湿好多年了，手指疼的晚上都睡不着。没有针灸，没有推拿，没有任何常规理疗，只是按着。咦，好像没那么胀了。你那个药，我能看一眼吗？不能，不能，药不外传，方不外泄。那你的手法呢？你只是按着，它怎么就不疼了？你们的仪器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病人不疼了，这是结果。谢谢神医。好，我不问了。你这儿还有病人，我有空的时候来看看，不犯法吧？随你，别耽误抻病就行。大哥，这美女医生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有空八卦，不如把碗洗了。第2批对讲机什么时候到？3天后。长老，第1批用的怎么样？赵平说这东西能救命。我这边还有些钱，要不要再买点别的？比如无人机，能飞上天，还能把画面传回来。哦，传画面，不用神识也能看见远处。买，多少钱都买。元阳界是山，道观冷清的宫殿，这里却像一整座凡人炼气大阵在运转。无人机买到了？还没，我在逛街，也想让长老看看蓝星的样貌。这就是那个世界，这些铁车都是凡人能用的？对，家家户都能有，只要有驾照，普通人也能开。真是牛而逼之。凡尘之人行走如此随意，礼法何在？长老，蓝星讲究个人方便，这边穿着和元阳界不一样，很正常。本座只是观察民俗。切，嘴上说观察，眼睛可一点没少看。长老，我到买无人机的地方了。买，那个能传画面的一定要买。先生，看无人机，这款能高清拍摄，实时回传，还能自动返航。实时回传，
就是它飞到天上，我能在屏幕上看到下面是吗？对，高空侦察，实时回传，不耗神识。买，再买几个备用。还有热成像、冲击钻、备用电池，要不要？凡是你觉得宗门能用的，都买。干林良，你一句都买，花的可是我的蓝星点。我没这么多钱，但是我知道蓝星这边古老的东西特别值钱。宗门有没有这种老东西？有，宗门后山散落着不少器物，青铜的、陶的都有。先给我拿一件，我找懂行的人看看。青铜器，这下发达了。哥几个，生意做得挺大呀。洒水了。强哥，这回比上次还多吧？这批足足有4000对。你们先出去。好嘞，老大。强哥，咋了？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上次运过来3000对，60个箱子，把大哥房间塞满。第二天箱子没了，东西也没了。你们有看见空箱子扔出来吗？没有。还有大哥给人治病的药丸，每天10几个病人，药丸从哪来的？每次他一伸手就有，像不完似的。对，而且药丸还会发光。你们说这古武高手能打，能飞檐走壁，可他能把一屋子箱子变没，这他妈有点神了吧？强哥，你是说？我觉得大哥背后可能有个隐世宗门，对讲机就是给他们用的。那无人机、冲击钻那些东西，也是先买少量试水，好用就继续大批量买。所以接下来几天看大哥还买什么，买多少就能验证。记住，这事儿谁也不准往外说。那王哥呢？等王建国回来再说。他是聪明人，迟早看得出来。咱们4个人要一条心，别跟外人乱说。长老，第2批4000对到了。传过来，宗门那边已经快抢疯了。什么？抢疯了？批用过的人都不肯撒手，没拿到的人天天堵护法堂门口，轰都轰不走。没想到在蓝星不起眼的对讲机，到了宗门比传讯玉简还受欢迎。长老，我这边会继续买无人机和热成像，对讲机剩下的尾货也会到。好，记住东西重要，你更重要，先稳住自己。崔月峰负责后山药园，灵草采摘季节到了，这批必须多给我们。青竹峰山门外几10处哨所，上次弟子传讯不用完，靠腿跑路还被蛇咬。碧露峰离宗门最远，什么好处都轮不到我们。这次不多分，我回去没法交代。灵兽园每跟妖兽打交道，一不小心就被咬。你们说我们需不需要？吵完没有？这批对讲机优先保障矿脉、哨所、药库，剩下按各峰人数比例分配。谁有意见？没意见就排队领，一个一个来，谁挤扣谁的料。怎么没声音？是不是坏的？不是坏，是频道没调对，统一第3频道。测试。你小声点儿。刚才那是谁？报上名来。陈远山。巡山任务做完了，不回暂停报道，在护法堂门口瞎喊什么？师姐，我错了。炼气4层冲5层，灵气堵在丹田不走怎么办？别硬冲，先散再聚，越挤越堵。师兄，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不会。那我对讲机里教你。若是这个叫网络的东西也能在元阳界用，手机的用处远不止于此。不用灵力，1000人同联，实时指挥，这是战略神器，必须传回宗门。天眼宗新式传讯法器，无需灵力，实力即时通话，1000人联动。若宗门大战时人手一台，战场指令可瞬间同步。这是顶级机密，必须送回魔灵门。看来今晚不止我一个人传讯。今晚的3个战堂内门弟子蒋龙，筑基初期，入门48年，来自魔灵门。第2个藏经阁执事梁瑞，金丹初期，在宗门待了快200年，黑煞宗的人。第3个碧落峰真传弟子李玉，筑基巅峰，入门不到50年，背后是谁还在查，继续盯着。异界的事必须严防死守，我们防得住传讯遇见，防不住人。探子把东西记在脑子里，出去了再写，拦不住。那就不让他们出去。1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前，所有弟子暂停外出。谁要离宗，必须有宗主手令，这会影响不小，比异界消息泄露强。宗门的老东西不能一直捂着，要变成钱才能继续买东西。但怎么卖，卖给谁，得想清楚。隐世宗门这个误会倒是帮我省了不少解释，只要别猜到我是异界人，怎么想都行。这里是绿桶市城中分局，您认识王建国吗？认识。王建国因涉嫌持刀伤人，正在我局接受调查。
他要求通知您来一趟。大哥，咋了？王建国用刀捅人，被警察抓了。王建国用刀？就他？你是不是傻？有事不知道先说。小童在学校被欺负了，对方家长说话很难听，我没忍住。伤得重吗？扎在肩上，没出人命。对方家里在市里有关系。我是你爸朋友，你爸没事。张叔叔，我爸会不会坐牢？不知道，不过我们会帮他。秦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秦叔，谁啊？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那个小伙子。秦队，王建国他女儿在学校被人欺负，他用刀伤了对方家长，对方在绿藤市有关系。用刀伤人，性质不一样。我先帮你打听，别抱太大希望。你帮我了解情况就行，其他我来想办法。秦叔，你得帮帮他。城中分局那个王建国案子什么情况？对方姓钱，在绿藤市干了快20年建材，已经放出话来了，要让王建国牢底坐穿。很麻烦。麻烦，可那个小兄弟说，其他的他来想办法。没有身份证，来历成疑，医术又不像这个世界的路数，仓库出事的事也绕不开他。伤者姓钱，做建材，背景不浅。对方放话要让王建国把牢底坐穿。我知道了，这些规矩比宗门人情还麻烦。可王建国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大哥，秦队怎么说？对方做建材生意的，背景不浅。这种老板打个电话，分局都不好多说。你们俩先带他回去，别让他再受刺激。小妹妹，跟哥哥走。钱老板，我是王建国的朋友，能不能私了？私了？他拿刀伤我老公，你们还想私了？我们家缺你那点钱。你儿子在学校欺负人家闺女，还偷拍发群，你怎么不说？现在的学生怎么这样？家长不出面，谁管？你们懂什么？吃饱了撑的管别人家事儿。赵小凡，对讲机出问题了，你传回来的那些应该是电用完了。我竟然把充电忘了。长老放心，明天就买充电设备。你那边怎么那么吵？手下犯了点事被衙门抓了，我在和犯人谈判。在蓝星待久了，是不是忘了你是修仙者？赵小凡终究从小在杂役堂砍柴挑水，他会；和凡人们谈判，他没经历过，所以要提醒他，别被那边的规矩困住。不是事情难办，是我把自己当成了普通人。闭嘴！千林，你已经死到临头，还不自知？你敢救我老公？你再闹，待会儿别后悔。我会一点医术，大概能看出来你病情深重，活不了多久。我每年体检上个月刚查完，指标都正常，机器不会骗人。几天前这家医院也相信机器，医生说人死了，结果呢？林姐，上次救活女警的人来医院了，在6楼609，跟那个姓钱的伤者在一起。你盯着，我马上到。也许你懂点医术，可我更相信体检报告。那就打个赌，1个时辰内你会发作，到时候医院看能不能救你。装神弄鬼！大哥敢这么说，就一定有把握，这局稳了。钱林家孩子的欺负女学生，王建国动了手，赵小凡来私了，对方不答应，他就说钱林活不了多久，还说1个时辰内发作。他还说什么？他说发作了他能救。赵小凡，你就这么确定他活不了多久？确定。你在我那儿看了2天，难道不信？你的医术确实特殊，但医院不是摆设。钱先生，你最好现在全面检查。你想怎么赌？第一个选择，你现在同意不追究王建国，我马上帮你治。第二个选择，你坚持追究，等你发作了再来求我，但到时候得加钱。你就那么确定医院治不了？我在和他说话。付钱先生去检查，从头到脚
能开的检查全开。大哥，他们会不会查出什么？不会。钱先生，你怎么了？真发作了，这才多大火儿？刚才那小伙子说中了。送急诊，马上！天林，医院治不好你，能治你的只有我。让他治，快让他治！病人情况特殊，现在听你们的，是送急诊抢救，还是让赵小凡出手治疗？听老钱的，只要能治好老钱，什么条件都行。我刚才说的条件还算数？算。王建国的事儿我们不追究，钱我们也给。把人推回病房，所有人出去。我治病不许旁人观看。我要留下看着，也能帮你。不行，守好门，不管谁来，一律不许进。放心吧，大哥，交给我，苍蝇都别想飞进去。越容易办成的事，越没人珍惜。蓝星凡人讲代价，那就让他们看见代价。摸会儿鱼，让他们以为我在拼命救人。都半个小时了，看来这怪病真棘手。医院查不出来，人家看一眼就说中，这才是真本事。小林，什么情况？里面现在怎么样？人就在里面，已经单独医治半个小时，不让任何人进去。魏院长，我们老钱年年体检，什么都正常，怎么这个小伙子说他病梗深重，就真发作了？请先冷静。现代仪器能筛查实质性病变，检查正常，不代表不会有特殊情况。听说这个年轻人会失传的古医术，他自称祖传医术，专治西医无法确诊、仪器无法检测的疑难杂症。院长，我们去那边说。我观察过，去他那里的病人都是各大医院治不好或者治疗成本很高的病例，但他往往10几20分钟就能缓解病症。这哪里只是祖传医术，这是民间没有发掘的医术奇才。可他没有行医资格，一旦消息传开，病人全跑去小院，问题会很大。如果我们医院正式聘请赵小凡先生担任特邀坐诊医师，你觉得可行吗？这个法子或许可行。差不多了。我怎么了？你刚才痛得受不了，自己晕过去了。好了，你体内的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根治需要时间，但短期不会再发作。谢谢。先别谢，我刚才说的条件你还没给转化。王建国的事我签谅解书，诊费50万，你看行不行？口说无凭，现在就签。收好谅解书，另外，去告诉钱林你的银行卡号。赵小凡先生，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姓魏。魏院长，有什么事吗？我们医院想正式聘请你担任特邀医师，不用坐班打卡，诊室、挂号渠道，医院都可以安排。资格手续的问题也由医院想办法解决。这事以后再说。王建国还在分局，我得先处理他的事。大哥，那可是3甲医院，你咋不答应？以后再说。合法行医的路有了，现在得先把自己人捞出来。大哥，准备好了。走，去买充电的东西。大哥，这么多东西不能只在一家店买，量太大别人会注意。上次1万部对讲机，那个老板看你的眼神就不太对。你说的对，今天多走几家。太阳能充电设备，给对讲机用。这款晒1天能充满，对讲机那种小功率的，充几十次没问题。500个，今天能的话我加钱。100一个，加500，今天下午送到。行，大容量充电宝，300个，今天能送吗？开安保公司的给队员配。大哥，这东西贵呀。200个，今天送。你要多少？1000个普通的，500个带 USB 的，今天送。大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今天能办完的事儿，不能拖到明天。老王没事了。大哥，别谢了，以后好好做事。是这里吗？城西城中村，姓赵的。
对对对，师傅往里开，最里面那间。站门口，别让人乱进。外面交给你。放心吧，大哥。你们也发现大哥买回来的东西会消失不见了？听你这意思，你也早知道。那些药丸第一次出现，我就觉得不对，那东西不属于这个世界。对讲机也是，几十个箱子堆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全都不见了。大哥肯定有秘密，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他收好。你说的对。对不住了，林医生，今天大哥不见人。魏院长让我带东西给他，正式邀请函，还有特聘专家动机表。给我吧，我帮你转交。长老，充电设备买回来了，这就传过去。赶紧传！就剩最后一项了。这个充电的东西怎么用啊？把那些板子放在太阳下，就能把太阳光转化为电能。刘长老，赵小凡把充电设备传过来了，马上到。对讲机解决了，可他们要搞懂电这个东西，怕是要费点脑筋了。这个怎么用？长老，这是一套完整的充储电系统。太阳能板放在太阳底下，把太阳光转成电。充电宝户外电源把电存起来，给对讲机、无人机、手机充电，就用插线板和数据线接过去。光变成电，电存进容器，再用容器驱动器物，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异界凡人没有灵力，却把光训成了能量，这不是一件器物，是一整条能量流转的路。刘长老，先别只顾研究，各风各堂的对讲机都快没电了。剩下的你分，我拿一套去试。各风各堂注意，充电设备已到，派人来阵法堂领取，数量有限，排队。赤甲峰马上到，紫阳峰也要，我们对讲机最多，零售员巡逻也缺电，给我们留一份。一介凡人器物，竟然比各方弟子比柳丹药还急。蓝星的东西已经开始改变天眼宗了。不是天雷，温和稳定，能被引导。比阵文还细，一介凡人无灵力无修为，却能训电如训兽。电学之道深不可测，若能与阵法炼期相合，必能开天眼宗万世之基。建议选拔心思活络弟子，专攻此道，为宗门万年大计，不可迟疑。柳长老的提议你们都看过了，行还是不行？我先说，不行。我们是修仙的，放着修炼不做，去学凡人的东西，岂不是舍本逐末？对讲机、航拍飞行器、充电设备好用，这我承认。可赵小凡在蓝星要什么让他买了传回来就是，何必另设学科？张长老，赵小凡若发生变故，受到蓝星当地组织限制，无法自由联络，不能再传东西，宗门怎么办？所有东西都靠一个炼气3层弟子，风险太大。若我们能吸收，能知道原理，就不是他传什么我们用什么，而是把蓝星的学问变成天眼宗自己的东西。我同意。上次宗门大比我们排第9，能让战庭赢的东西就值得学。蓝星凡人无灵气无修士，却靠一代代积累走到今天，这份积累值得天眼宗低头看一看。说完了，那我说几句。功法是一代代总结的，丹药是一炉炉试出来的，学别人的好东西不丢人。柳长老的提议我同意，但不能急，先从小做起。柳长老，你先挑几个弟子试，若有效果再扩大，没效果及时止损。是。韩秋，资源调配你来协调。周旋，赵小凡那边继续联系。蓝星科技大道我们学，但要稳着学。明白。赵小凡，宗门已决定学习蓝星科技大道，宗主让我问你有什么建议？宗门想实现现代化，我当然支持。现代化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我的理解是，蓝星这边的人在近几十年发展和运用的科技大道。近几十年？对，近100年前，蓝星很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和元阳界凡人差不多，短短几十年，他们就从无到有，变成现在这样。不到100年，不到100年，从冷兵器到毁城级武器，下一个100年，他们会到哪一步？
你确定不是几百年、几千年？他们很多改变确实集中在近百年。蓝星凡人寿命不长，但一代接一代记录、研究、改进，所以发展特别快。说句不好听的，元阳界与蓝星的差距不只是灵力，是愿不愿意学，愿不愿意变。赵小凡，具体办法。蓝星有句话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宗门不用从头摸索，我可以买成体系的书，把蓝星的基础工业这些知识传回去，直接抄作业。对，蓝星几代人总结出来的东西，能让宗门少走很多弯路。你买得到？真正管控的核心东西肯定不能乱碰，但基础知识多得很。能买的先列清单，对宗门有用的都买。唉，我原本只是想活下去，现在倒好，连宗门现代化都压到我身上了。赵小凡，你认为能买对宗门有用的全部买回来。宗主，我刚想到一个问题。说。书能买也能传，可你们看得懂吗？蓝星文字和元阳界完全不同，字不认识，内容看不懂，买回去也是一堆废纸。你不是能看懂，你翻译。长老，一本书我能翻，10本也能咬牙翻，可几百本、几千本呢？翻错一个字，宗门按错方向学，后果更大。刘长老，你有办法吗？高阶修士神识一扫就能学会对方语言文字，因为神识能直接捕捉脑海里的语言信息，不需要人教。那让长老扫一下蓝星人。问题就在这里，隔着2个世界，我们的神识过不去。问题找到了，就一定有解法。如果送一名筑基弟子过去，语言问题是否能解？宗门典籍里确有跨界传人的记载，上古大能撕裂空间，再用阵法稳固通道，把人送到另一个界域。那现在呢？现在不一样，赵小凡和宗门之间这条路不是搭出来的传送阵，是裂隙、令牌特性，再加上他自身意外凑出的一条缝。能传东西，不能传人，至少现在不能。通道太小，只有5寸，活人可能人没过去，魂就先散了。这通道不是永远不能扩大，关键在赵小凡，他修为越高，通道越稳。他现在炼气3层，之前传了中品灵石，修为已经恢复。若他到炼气后期，甚至筑基，通道或许能再扩大。可他是4灵根，就算宗门全力传灵石，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宗门不能把希望全压在这上面。4灵根这件事，没想到隔着2个世界都能被嫌弃。赵小凡，这个问题是你提出来的，你有没有办法？宗主，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说。柳长老说，高阶修士神识一扫就能学语言，那能不能练一件带神识扫描功能的法器传给我？我拿着它去扫蓝星人的语言文字信息，再把法器传回宗门。不用活人过来，也不用长老神识穿剑。我怎么就没想到？宗主，此法可行，承载神识储存信息，通过令牌回传，单独都不难。给我1个时辰。接住！这就是神识扫描法器。是的，你注入一丝灵力，对着人扫，它就会自动采集语言文字信息。半个巴掌大的玉牌，要装下1个世界的语言。修仙界的法器和蓝星的手机，好像都在做同一件事啊。对着人扫，随便找个人试试。王建国文化最高，真要扫出问题，应该也比刘强扛得住。这个方子不对呀，奇怪，没反应。这他妈烟也太他妈呛了！长老，扫完了，被扫的人没有任何感觉。当然没有感觉，神识扫描又不是打人，信息已经在玉牌里了，传回来。语言这道门终于开了第1条缝。如何？有用，里面确实封存了蓝星人的语言信息，能看懂蓝星书了。不够，1个人不够，2个人也不够。语言不是死字，背后有生活、职业、习惯、旧词、新词，全都要慢慢补。够开第1道缝吗？够了，够了，至少不再是2眼一抹黑了。买书的事可以继续了。可以，但要从根上学，先词典，再语文，再基础学科。赵小凡，我在。先买基础书，不要只看高深的，根基比高楼重要。宗主，这些书很多，传回去要分批。分批也无妨，天眼宗等得起。但是不能再闭着眼往前走了。以前宗门功法藏得比命还硬，没想到蓝星这边凡人的基础知识
反而能成为修仙宗门的新根基。买了这么多书，大哥，你这是要开学校啊？呵呵，差不多吧。买这么多书，这玩意儿有人看吗？当然有人看，而且很急。我操，大哥，你这买书比买货还狠啊！哼，货只能用一时，书能教一代人。这话可不像你说的。是啊，我也是刚明白。阿琼达西，守门，谁都别乱进。明白，强哥，门口就交给我们吧。周长老，第一批先传这些。好的，收到了。你把字典先给我，还有那本基础语文，先别乱传。放心吧，长老，我这边都按类别分好了。我操，又没了！大哥，这秘密真是越看越吓人。呵呵，学习文化，从蓝星字典的第一个字开始看起。赵小凡说，蓝星那边有几十亿人。多少？几十亿？就算100个人里只有1个能研究，那也有几千万啊！天眼宗全算上，不过10000人左右。真正能静下心钻研心道的，满打满算也就100余人。这不是差距，是鸿沟啊！我们元阳界历史比蓝星长得多，100万年前炼虚元婴已是一宗根基，灵气在衰，我们在走下坡路啊！蓝星在上坡，不到100年，从冷兵器发展到毁城级的大杀器，不知再过100年，他们会到哪一步？若有一天他们找到办法来元阳界，我们拿什么面对啊？哼，他们强不是因为运气，是一代一代人接过前人的东西，几十亿人一起推，当然推得快。我元阳界凡人比修士多得多，如果让他们也参与进来，会如何？可是宗主，凡人没有灵力，很多事做不了。不是所有事都需要灵力，蓝星凡人不也没有灵力吗？凡人是真的没用，还是我们从未给过他们机会呢？文渊长老，整理宗门历史编纂成书册。宗主，书名是什么？就叫天眼宗人徐之。以后新弟子第一本书不再是功法，而是他。另外，把今天议事的这些内容整理成卷存档。天眼宗后人要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做这些决定。赵小凡，宗门知道你缺钱，把这尊鼎拿去蓝修看看值钱不值钱。大哥，这玩意儿你从哪儿弄来的？你们不是一直在猜吗？猜我是古武高手，猜我是古医术传人，猜我背后有隐世宗门。今天我就告诉你们，我背后确实有一个宗门，但是这个宗门与世隔绝很久，具体在哪儿叫什么，我现在不能说。我操，真有隐世宗门！我就说古武高手哪有这么夸张？大哥，这分明是……闭上！所以对讲机、充电设备，还有今天那些书，你都传回宗门了？对。宗门与世隔绝太久，想重新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想学习现代化的知识。大哥，你的意思是那个宗门要学习手机、电脑、互联网？对，这些东西都要钱，所以宗门送来古董。还有一件事，宗门的存在是最大的秘密，谁也不能说出去。大哥，我刘强对天发誓，今日所闻，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俺也一样，说出去就让俺吃饭噎死，喝水呛死。我认真的。大哥，你放心，我相信你们，但这事不是几句誓言能兜住的。吃了。只要你们不背叛我，这东西就是个摆设。好好做事，以后想学古武不是不能教。大哥，我这条命是你的，但这东西怎么安全的卖出去？大哥，这东西不能直接拿出去卖，青铜器太敏感，容易出事。那怎么办？砸手里？我认识个民间收藏协会理事，叫老宋，能请专家长眼，让他们看。他们说，他们出价。我们钓鱼约地方，不能在这儿。城东有个茶楼，包间安静，老板嘴严，就那儿。小童，怎么了？他们把我的书扔到垃圾桶里，我去找老师，老师说他们不承认。小童被欺负的事儿还没完。王建国，看来小童的事不处理好，你也办不好正事。大哥，既然学校不管，那就找能管学校的人。这个副局跟刀哥那伙人也有旧账，够用就行。大哥，你打算怎么办？一个人去，人多反而吓不到他。小童，明天照常上学，叔叔保证没人再敢欺负你。
谁让我看这些？我怎么会在这儿？不对，老周，你是不是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别胡说！我不动手，也不吵闹，只让你看清楚，小童每天看见的是什么。叔叔阿姨，你们也是来欺负小童的吗？老周，我怎么也坐在这儿了？你也做梦了？那个女学生她在哭，我全看见了。叔叔知道你受了委屈，明天一早叔叔就去学校，这事儿一定给你交代。哪位？教育局老周，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叫王晓彤的女学生？她被人欺负，有这回事吗？周局，这个事儿我得先了解一下，明天再了解就晚了。我现在要态度，管不管？管，一定管。明天一早我到七中，教导主任、班主任、相关学生家长一个都不能少。账册本来是后手，现在看来暂时不用拿出来了。事情，赵叔叔，先别问，去上学吧，没事了。你赵叔说没事那就是没事，放心去。谢谢赵叔叔。好了，干正事儿，把东西带上，叫老宋那些人来。大哥，等会儿他们问来路，别解释太多。我懂，东西摆出来，他们自己看。赵老板在里面等着。赵老板，幸会，我是老宋，这位是陈远山陈老师，青铜器方向的专家，退休前在某博物院器物部干了30多年。两位老师好。太年轻了，可旁边的人都让着他，他才是正主。东西在这里，请便。器形、纹饰、绣石都对得上，可这纹路不在我见过的谱系里。玉质极好，入手微凉，比和田玉还沉一些，青色自然，包浆厚重，断口也不像现代工具切出来的，这是好东西。东西是真的，但来自哪里、什么年代、属于什么文化，我给不出答案。陈老师，这对出手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也是坏事，好在独一无二，坏在太独特，主流渠道不敢碰。李老师，玉器呢？质地、沁色、包浆、加工痕迹都对得上，器型没见过，材质也十分稀有。赵老板，这几件东西您打算怎么处理？宋老师，您今天带2位专家来，肯定不只是想上手看看，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说。东西来路不明，但不是没出路。我有几个收藏界朋友对非标准器型很感兴趣，青铜鼎300万，玉器残片80万，陶罐50万，3件一起430万。赵老板，您看这个数怎么样？就按您说的数，3件一起430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王先生痛快。一人1款，这些天辛苦你们了。大哥，这钱真给我们？拿着，这是给你们安家的，手头宽裕了，做事才踏实。大哥，谢了。客气什么？以后好好办事。古物卖出去了，3件430万。卖了多少？430万。什么？没想到那些没用的东西竟真能换大钱！宗门这边会继续给你传古物，你抓紧买无人机热成像冲击钻。弟子明白。各风各堂都在随。这东西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是不是眼花了？宗门也太厉害了吧！看见没有，古物多的是。刚才看见的、听到的，必须烂在肚子里。大哥把秘密给我们看是信任，不是让你们出去装逼的。王哥放心，今天的事儿我带进棺材里。俺也一样。行了，走去买东西，宗门那边等着用呢。老宋，辛苦了。段老板客气。陈老师，劳驾您给长长眼。器形、纹饰、绣石、铸造痕迹都对得上，可纹路不在任何已知考古文化序列里，
年代不好说，来源也不好说。玉器也一样，玉质、沁色、包浆、加工痕迹都对，问题是材质太稀有，器型也没见过。你这地方比很多检验室还齐全啊！人眼看过，还要机器看。主要成分大类正常，但有异常含量，还有数据库里没有的未知成分。3件东西全都有。未知成分，连数据库都没有。是的，至少我这套数据库里没有。青铜器副植物，距今约16300年。陶罐胎土中植物纤维，约16100年。啥？16000万年？不可能，不可能！那时候连陶器都还没有，更不可能有青铜器。还有这玉器工艺，也不该出现在那个年代。如果数据没错，这3件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认知里的历史。大哥，这次打算买多少？无人机和热成像，功能好的先各买50个，冲击钻2000个，太阳能板、充电宝、户外电源也要大量补。2000个冲击钻，上次1万对对讲机都买了，宗门要用，这个量不算离谱。我懂，不该问的我不问。今天你们负责谈价，我负责拍板。强子，这次要什么？哼，这是我大哥，要工业级冲击钻2000个。多少？2000个。周老板，量在这儿，价格就别按散客报了。今天痛快，以后还找你。单价给你们让15个点，1天内到齐。赵老板又来了，这次量更大，太阳能充电器、充电宝、户外电源，按长期合作价来。50架工业级无人机，多久能到？50架，价格合适，今天定。探测距离、拍照录像，连手机都能满足。50台，给个批量价。大哥，今天这几家加起来省了不少，以后这种谈价的事儿交给我。以后这些事儿你谈就行。这歌不错。游侠某名远传，这什么歌啊？明月天涯，大哥没听过？单曲循环。大哥怎么了？别吵。这旋律像一把钥匙，插进丹田。突破炼气4层了。大哥，你说什么？这首歌下载给我。行，大哥。大哥不是古武，是修仙。周长老，我突破炼气4层了。你说什么？我听了一首蓝星歌曲，然后突破了。长老，我突破了炼气4层。你一个4灵根，在没有灵气的异界，怎么突破的这么快？听歌听出来的，就是这首。曲子一响，我丹土里的灵力就像被搅动了，瓶颈也松了。天阴门正派曲谱想让人突破，都要天时地利人和。蓝星凡曲，难道比天阴门还强？长老，别小看蓝星凡人，你忘了核弹，忘了枪吗？能让修仙者突破的音乐，不是小事。我通知宗主。宗主，赵小凡有要事上报。说。他突破了炼气4层，原因是听了一首蓝星歌曲。听歌突破？若是真的，蓝星的音乐恐怕也有大道痕迹。赵小凡，把那首曲子传过来，连声音、歌词、曲名全都记录清楚。是。宗主，这件事若是真的，那个世界的音乐就不仅仅是音乐了。赵小凡，那首让你突破的曲子传过来。宗主稍等，我先弄一下。小王，那首歌怎么下载？大哥，哪首？明月天涯，快！大哥连下载都不会，还能带宗门现代化，真是辛苦他了。闭嘴！赵小凡，你的手机怎么看着比我的好看呢？宗主，我这部是小弟买的，价格贵了一点。
点一下那个三角形按钮。天一门的曲子让人静，这首让人动。不是定心，是行路。它对修行有用，不在灵力，在心境。能让弟子变强，就值得是。赵小凡，不只是这一首，蓝星所有可能对修行有益的音乐，宗门都要。是，我这就整理。还有，你这款手机给我再传一部回来。是，宗主。这也算宗门采购。完了，音乐任务没做完，宗主先盯上我手机了。阿东，大哥，去给宗主买个新手机，要女士用的，好看的。我给宗主买？你还想让大哥亲自去买最好的？别给咱们尹氏宗门丢人。明白，银白色、金边、带钻的，我去店里问。别买太花，宗主要用的得有面子。还有一件事，宗门要收集能突破修为的音乐。大哥，听歌还能突破修为？刚刚我在车里突破了。我以前听歌只想蹦迪。你闭嘴！大哥，类似歌曲太多，古风、热血、纯音乐带词的，一个个挑太慢。我的建议是按类别打包，先传一批过去，让宗门自己试。可以。还有，买大功率音响，宗门人多，用手机放不现实，音响放广场能让很多人听见。这个主意好。阿七，你先去买10台。多大的？照这个型号。明白，我现在就去。小王，你很不错。大哥，我只是想得多一点，你做的事儿太大，不多想几步容易出岔子。大哥，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哥，你是修仙的吧？宗门也是修仙宗门。小王，你这脑子真不能只当医生用。赵小凡，你不是说蓝星没有灵气，无法修行？那个王建国怎么知道修仙的？宗主，蓝星自古就有神仙的传说，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些故事传了很多年。大哥，你还挺懂。那是你小说看少了。凡人怎么可能凭空想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这些是修仙界千万年积累下来的境界。不止境界，蓝星神话里还有五行、阴阳、丹田、经脉、神识，有些说的离谱，但大框架确实在。人不可能想象出完全没见过的东西，这恰恰说明他们的古人见过仙。那就是说，蓝星很久以前可能有过修仙者，后来灵气衰减，传承断掉，只剩下传说。如果是这样，蓝星的命运就是元阳界的未来。柳长老说的有道理，韩长老说的也是事实，但我在想另一件事。宗主的意思是，蓝星曾经有没有修仙者，试一试便知。怎么试？找遗迹，查古籍？不必那么复杂。如果蓝星凡人身上还有灵根，就说明修血脉没有断。给赵小凡传测灵珠。小王啊，小王，你这一问问出大事了。传过去。赵小凡接好了。不错，我确实是修仙者。宗门也是修仙宗门。我是不是得给我妈打个电话，让她明天看看祖坟冒没冒通青烟？哎呀，你冷静点儿。居然是真的，隔空传物、药丸、古物，全都说得通了。那些神话传说也是真的。来，把这个握在手心。这是什么？测灵珠，能测一个人有没有灵根。灵根是修仙的根基，有灵根才能修炼。小王，你慢点啊，这玩意儿看着比青铜鼎还玄乎。如果我有灵根呢？那就说明你也有修炼资格。蓝星到底是凡人世界，还是一个末法后的修仙世界？答案就在这颗珠子里。怎么样？你也是4灵根，火木水土，缺金，跟我一样。4灵根算什么水平？在宗门最差那档。大哥，我也测测呗。也是4灵根。最差就最差，我刘强活这么多年眼，什么不是最差的？两个都有灵根，这个比例不对。你们2个过来，一人测一次。我也能修仙？先握。3灵根，这小子比我强。3灵根，在宗门算中下。中下也比最差强吧？你小子闭嘴！大哥，我这算什么？
4灵根，最差。最差就最差，跟着大哥混就行。4个都有，哪怕是凑巧，这比例也太高了。赵小凡，再找一个。爸，今天教育局的副学长来学校了，校长也找我谈话了，那几个欺负我的学生被处分了。好，那就好。赵叔叔，谢谢你。不用谢，好好学习。赵小凡，策他。小童，帮叔叔一个忙，握住他。这白光，丹灵根，天灵根。天灵根，我们天眼宗年轻一代只有一个天灵根吧？只有一个。真传弟子宋梅入门12年，如今筑基中期。蓝星有几十亿人，5个人里5个都有灵根，还出了一个天灵根。如果这不是巧合呢？几十亿里骚天灵根，你想说什么？我想说，蓝星也许不是凡人荒地，是被遗弃的宝库。整个元阳界的天灵根可能都不到100个。如果蓝星人人都有灵根，出现10万、100万甚至更多天灵根也不是不可能。一个没有灵气的世界，保存了亿万人族血脉。若能引入宗门，天眼宗未来100年格局就变了。这个孩子若在宗门，年轻一代第一人就未必是宋梅了。大哥，小童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是天灵根，宗门里最高等级的资质，金丹坦途，元婴可期。我这侄女比我强那么多，强很多。好，我刘强祖上真冒青烟了。大哥，小童这孩子，你能教他修仙吗？赵小凡，那个孩子宗门要了。宗主您好，我是王建国。宗主好。王建国，王晓彤这孩子，我决定收为亲传弟子。王建国替小女谢过宗主。宗主愿意收徒是好事，可通道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传东西去你那边受限制，可你从蓝星往宗门传，似乎没那么多限制。先别传人，找个小动物试试。你们2个去找只活的小动物，猫狗都行，活的就行。明白。大哥，要大的还是小的？随便。小童，如果让你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修仙，你愿意吗？赵叔叔，我明天还要上学。我的傻侄女，能修仙还上什么学？可是我明天有数学考试。小娃娃，宗门有会发光的小兔子，雪白小鹿，会飞仙鹤。你来了，让你随便选。学了修仙以后，谁欺负你，你一根手指头就能把他们定住。大哥，路边捡的，活的，绝对活的，还想挠我？长老，我准备传了。传吧。传不了。你说什么？他进不去，我感觉那扇门对他是关着的。宗主，落霞总宗主收下天灵根弟子，外界称赞不断，咱们宗主急了。我隔着令牌都觉得气氛不对。宗主不是想抢孩子，他像是等这个孩子等了很多年。宗主，我刚才有种感觉，猫过不去，好像是因为没有灵根。如果换成有灵根的活物，情况可能不同。你确定？说不清，就像我刚到蓝星，自然能听懂文字一样，就是知道。说得通，灵元本质是与天地灵气共鸣，若跨界通道也是共鸣，天灵根最纯粹，最有可能通过。那就把它传过来。小童，你愿意去宗门看看吗？去了还能回来考试吗？能，另一条通道能把你送回来。那我去，但明天我要回来考试。小娃娃，别怕，这里没有坏人。站你面前这位就是宗主，以后也是你的师傅。拜见师傅。好，我也有天灵根的弟子了。你们几个有什么要给的，趁早。小娃娃，我叫柳元基，这是护身玉，能挡一次筑基期修士全力一击。谢谢柳哥哥。这枚噬景灵，有人心怀不轨靠近10步，他会自己响。谢谢韩爷爷。遁地符，遇到危险可遁到100里之外，只能用1次。谢谢周叔叔。赵令牌，在天眼宗领地遇到麻烦，战堂巡逻弟子一盏茶内赶到。谢谢雷爷爷。老夫年轻时代的，对修行有益。谢谢老爷爷。今晚先熟悉宗门，明天送你回去考试。真的？真的。明日辰时一刻举行收徒大典。小凡，
后面再测人要小心，天灵根异象太大，容易被盯上，我有分寸。不过你看还有没有机会再测几个天灵根？我也想收一个天灵根弟子。老夫也是，外务堂也能带，护法堂也可以。老夫也想带一个。呼叫师兄，呼叫师兄，你到了没有？主峰人多不多 ？Over。人太多了，急死老子了！你赶紧找地方站。Over。宗主要收徒，这人什么来头？听说从外面来的，哪个外面？就是和这东极一个来路。宗主收徒，你事先知道吗？昨夜宗门传讯玉简里传出来，我才知道。我听说是从那边来的。你说什么？那边能传人，还是天灵根？唉，又一个天灵根，但他是他，我是我。这就是宗主新收的弟子啊！他的衣裳明显是临时找的，很仓促。不只是衣裳，站姿也不像修仙界的人，没有练过功的底子，果然是那边的人。但是他是天灵根。今日本座收王晓彤为亲传弟子。他来自何处，不必多问。既入我天眼宗，便是我天眼宗弟子。同为天灵根，为何他一来便是宗主亲传？小彤，过来。师父，这娃看起来倒是乖巧。乖巧只是表面，天灵根这种资质，若真成长起来，整个宗门格局都会变。更关键的是，他来自那边。今日起，你是本座亲传。修炼规矩、文字、礼法都会有人教你，不懂便问，不必惧怕。是师父。宗主亲传，又是天灵根，宋师姐也是天灵根，那以后谁才是宗主座下第一人？旁人怎么比是旁人的事，我只要走好自己的道。今日大田礼成之后，王晓彤暂居主峰，各峰各堂不得私下探问，不得擅自接触。师父，我刚才有没有做错？没有。天灵根来自蓝星，还是凡人之身跨界而来，怪，太怪了。刘长老，你别吓着他。我只是觉得此事意义重大。小娃娃，你在蓝星读书？我还在上学。看来蓝星已经把学习刻进凡人骨子里了。宗主，师姐好。王晓彤初来元阳界，不懂宗门规矩，接下来几日你带她熟悉主峰。麻烦师姐了。师妹不用客气。师姐，他们是在飞吗？遇见，我以后也能学吗？你是天灵根，只要肯学，会比很多人都快。可我什么都不会。谁开始修炼的时候都是什么都不会的，你不用怕别人看你。天眼宗弟子看的是修为，看的是道心，你若是怕，就什么都学不会。师姐，我记住了。今日先学引气，就是开始修仙吗？是，但这只是第一步。灵气凝神，用你的内心去感知周围。我感觉有点灵。那是山峰，还有像很多小光点在周围飘。你能直接感觉到？不应该吗？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快。你再说一遍，你刚才看见了什么？不是看见，是感觉到，像很多小光点围着我。你第一次引气时用了多久？一炷香后才隐约感到灵气。天灵根本就亲近灵气，他又来自蓝星。若蓝星那边真有特殊本源，他的体质未必只是普通天灵根。先别下结论。我没下结论，我只是觉得此事太大。我是不是做错了？你不必害怕，能感受到灵气是好事。师父，我会不会和别人不一样？你本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但不一样不代表你要怕，不一样代表你要更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蓝星无灵气，却运出天灵根。如今他一入元阳界，便能迅速感知之灵气。这个也许他本身就是两界之间的钥匙之一。从今日起，他的修炼记录单独封存。主，王建国想知道小童什么时候能回蓝星。他可以回去，但不是现在。师父，我不是不想修炼，我只是……你只是还记得自己来自哪里，这不是错。可你如今牵动两界，
不管回蓝星还是留元阳界，都不能随意。跨界通道虽已验证，但活人来回仍需谨慎，每一次都要探身份，不能信任。我明白，蓝星这边我会稳住王建国。你先学会保护自己，再谈回去。是师父。明日卯时，我来带你修炼。好。今日先不急着引气，你刚入宗，要先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我知道，我来自蓝星的事不能随便讲。不止这个，你能跨界，能被宗主收为亲传，还是天灵根，这3件事任何一件都足以让人盯上。那我是不是很麻烦？你要知道，天赋不是麻烦，不会保护自己才是麻烦。宋梅，先带他去主峰广场。宗主有令，今日全宗试听蓝星乐曲。听歌？这么多人？赵小凡正是听蓝星歌曲突破，宗主想让全宗亲自验证。原来在蓝星随手点开的歌，到了这里也会变成大事。这就是让赵小凡突破的蓝星乐器，不像乐器，倒像一块黑石头，能存声放声，还能跨界保存曲调，这东西本身就值得研究啊！宗主这是要在全宗面前验证，若真有效，这就不只是小童的收徒大典，而是天眼宗新道的开端。今日之后，任何人不得再轻视蓝星凡物。现在全体肃静，听曲。这曲子好像确实不一样，我怎么觉得像是有人提着剑走过来了？师姐，这曲子是明月天涯，蓝星上很多人都听过。很多人？手机上一搜就有的。我瓶颈松了。都别吵，我要突破。没想到真的能动心境，不是有灵力灌体，也不是幻术强压，他只是把人心底那口气挑起来。少年仗剑，明月天涯。此曲不讲修为，却讲修行者为何出发。战堂弟子若听此曲，心气至少能提3成。别只看战堂，心境关过不去的人，也许更需要他。记录人数、境界、反应、突破前状态，一个都不要漏。这真是凡人的曲子。凡人若能写出这种曲子，那凡人也太可怕了。在蓝星，它只是歌单里的随便一首歌，可在这里，好像成了所有人的机缘。你们蓝星像这样的曲子很多很多，不止这种风格，还有热血的、安静的、开心的、难过的。什么？有这么多？宗主，必须让赵小凡再买播放器、音响、曲库，全都要。战堂也要，尤其是能激发战意的。从今日起，蓝星音乐列入宗门研究项，分辨不同曲调对心境、突破、战意的影响。今天赵神医新规矩，进去看病，不管病人还是家属，全都戴眼罩。看病还戴眼罩？我活这么大没听过。就是整得跟街头似的。你们头一回来吧？赵神医是祖传独门医术，遮一遮手法怎么了？我爸痛风10几年，现在都快好了。老爷子握一下这个，测测握力，方便判断气血。这东西滑溜溜的。王姐，你也顺手测一下。我又没病。白送的检查，不疼不痒。王姐也是无灵根。14个人，没有一个没灵根，不是巧合。蓝星人可能真人人都有灵根。秦叔，这里好多人。秦队，您怎么过来了？小陈身体还没完全恢复，想让小赵再帮忙看看。我这就进去说，给你们优先安排。不用插队，让他先看完，我们等。谢谢大夫。小赵现在看病还要戴眼罩，怕独门手法被学走吧？正常。赵神医真神，我那老毛病泡多少医院都没用。人家看病快，不折腾，是真有本事。秦叔，你说的没错，他医术真的很好。能把你那种情况稳回来，医术当然差不了。他们就是当初想害他，后来被他收服那几个。就是他们，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离谱事儿。
不过跟着他以后，这几个人确实改了不少。赵神医这人真有意思。你怎么来了？你来这里干什么？小陈，别冲动。我没冲动。你重伤初愈，身子还虚，不该随便往外跑。我不出来治疗，难道还继续躺着？小陈，别乱说话。林医生，不好意思，大哥新规矩，看病期间外人不能进。我不是旁观，我可以帮他分担问诊。除了病人和家属，谁都不能进。林医生，多谢好意，里面人手够了。小兄弟，麻烦你再帮小陈看看，他恢复的慢，看能不能调理一下。赵神医，多谢你之前救我，不像别的庸医。陈欣然，你别一口一个庸医，当时你的情况换谁都是一样判定。可我现在好好坐在这里。林医生，我说过，祖传独门医术路子不一样，你学不会。你不教，怎么知道我学不会？大哥，昨天买的那批东西，商家全送货上门了。怎么了？不方便？这都是你的。坏了，偏偏这个时候送到。兄弟，你们这生意也太大了吧！前阵子刚送过一批，这次后面还有3车。帮别人代买的，不是自己用。50台无人机，50台热成像，几百套充电设备，还有2000个冲击钻。他到底干什么？数量太离谱，不像个人用途。小兄弟，我就直说了，你买这么多无人机、热成像、充电设备、冲击钻，到底用来做什么？秦队，既然问了，我也不瞒你，这些是给我老家那边的人买的。老家？蜀地深山，那边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无人机和热成像用来探路，冲击钻用来开山修路，充电设备是因为那边没通电。2000个冲击钻修路，几百号人，一人分几个，不算多。山路不是城里的路。行，不过小兄弟，你有正经医术，千万不要走偏路。秦队放心，我做事一向光明正大。秦队，刚才那套深山修路的说法，你真信了？我压根儿就没信。那您刚才怎么不拆穿？他买的不是管制违禁品，单凭数量大，站不住脚。更何况他治病救人，没做伤天害理的事。只要他不害人，有些事没必要查到底。大哥，糊弄过去了吗？暂时没事。赵老板，您那儿还有类似的东西吗？若是有，能不能再聊聊？行，约时间。不过规矩跟上次一样，不还价，不保来源。大哥，这一批东西真要全传过去？宗门那边等了一整天，少一件都不行。无人机50架，热成像50台，冲击钻2000台，充电设备另算，数目太大，得分批传。这要是在网上发个视频，标题我都想好了：修仙宗门大型开箱。你还想活不？整整50架，这次终于不用眼巴巴看陈远他们用了。我这台可还好好的。今天以后，大家都有了。按名单分发，一切以实战为准，谁拿到谁负责学会。赵师兄，这东西真跟上次那几台一样好使啊！还愣着干什么？一人一台冲击钻，赶紧干活！今天要是挖不出比平时多3成的矿石，谁也别想吃饭。我翻遍库房所有古籍图谱，找不到同款纹路，形制纹饰完全脱离已知朝代风格。之前那批检测出来距今16000年，让我整整失眠1天。眼前这5件，锈层更厚，风化更深，只怕比上次还久远。赵老板，5件青铜器，总价1500万，同意的话，当场成交。宋老师，之前第一次交易1件青铜器300万，我们想着初次合作交个朋友，没多计较。可你们检测后心里清楚，这是16000万年往上的古物，世间独一份，现在还按300万1件收，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是我考虑不周，重新报价，单件500万，5件合计2500万。赵老板，这已经是我们能拿出的最高预算。可以。合作愉快。大哥，这次比上次顺得多。
他们比我们更怕错过。这批古器送到首都研究院，足以改写现有上古历史研究方向。仙人真要办学，教凡人孩子读书，不止读书，6岁到12岁，不分贫富贵贱，全部免费入学，还不用送礼，不用看家世，也不看有没有包学、包教、包午饭，全程分部曲。我的娘嘞，仙人这给咱们开天门啊！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娃还能进仙人学堂。哪怕修不了仙，只要识字懂礼，将来也比咱们一辈子种田强。今次只收青云镇户籍，其余乡镇静候后续安排。后续也有？快了。鲍宗主，天眼宗近期开门办学，招收学生不看资质家世。旁人看不懂沈若水，可我太懂他，他从不做无用功。传令，即刻清理落霞宗山脚凡人集镇，仿照天眼宗规制修建学堂。宗主，定名落霞宗第一小学，境内6岁至12岁凡人孩童全员免费入学。宗主，万万不可！教化凡人纯属徒劳。仙凡有别，乃枪骨铁龟，我宗跟风只会沦为笑柄。等天眼宗真正意图浮出水面，再告诉我谁才是笑柄。我的好师姐，你铺路，我便同行。门禁临时冻结，检测大厅拉了遮光帘，连走廊监控都调到最高级别了。这批东西到底什么来头？别问来头，先看东西。老孙，怎么了？我经手过的出土文物没有1万也有8000，这种手感不对，完全不对。这次比上次更可怕。上次已经是16000年，这次若还对不上任何体系，麻烦可就大了。第一轮数据出来了，这不可能！16000年前，人类还在旧仪器时代，哪来的成熟青铜器？重新跑一遍，仪器校准，样本换点位。是。不是误差。如果数据没错，现有文明史恐怕要被重新翻开了。不是翻开，是连根拔起来重写。这不像普通青铜合金，不属于铜，不属于铁，也不属于已知常见技术体系，无放射性，性质稳定，还像天然融合在青铜里。16000年前的原始人怎么可能做到分子级的合金冶力？别说原始人，就是现在的顶级实验室也未必能复刻这种结构。这批东西恐怕已经不是文物了，对，他们是炸弹。只要泄露出去，全球都会被炸醒。这份数据若能发表，足够登上全球顶级期刊，我的名字也会被写进世界考古史。具体成分删掉，冶炼细节模糊，只保留年代和器物图，这样应该就不会出事了。这是学术上的巨大进步，不是泄密。石器时代炼青铜，违背常识。16000年青铜文明，这要是真的，历史书全得改。全院3令5说，这是特级机密，谁让你私自发表的？小刘，你给我站起来！院长，我只是想推动学术进步。未知文明、未知材质、超远古溯源，这些信息一旦被境外势力盯上，后果你承担得起吗？常规考古压不住了，上报吧。古器来源、交易地点、交易金额、接触人员，不要漏任何细节。对方叫赵小凡，第一次交易在青音阁，第二次在茶楼，东西从他手里来，价钱也是他定的。他很年轻，但不像普通古董贩子。那种东西，若真是他随手拿出来的，他背后的来路比古器本身还吓人。一个凭空出现的人，带来非蓝星遗存，还能让大批物资凭空消失。领导，是否立即控制？先别碰，他不是普通目标。都说说，这个人、这批文物，还有这批去向不明的物资，全部联系起来，该如何判断？赵小凡查不到登记信息，也缺少身份记录。在现代信息系统中，即便是行踪不定的人，也会留下基础活动记录。可他却像从未在蓝星留下过任何生活痕迹。1万台对讲机，52架无人机，52套热成像，大量储能设备，全套教材，全部进了城中村小院，第2天就消失。没有仓储，没有转卖，没有货车拉出。刘强、张东、李希、王建国原本都是底层灰色人员，之后全都对赵小凡死心塌地。这不是金钱收买，是认知层面的碾压。5件青铜器不在现有元素体系里，结论很清楚，
这批文物不是蓝星史前文明产物，内部核心定性：第一，蓝星本土不存在这批文物的文明源头；第二，所有超规格物资能力遗存，唯一出口都是赵小凡；第三，大批现代物资凭空消失，和谐解释只有一个：被输送到了另一个地方。对，一个未知地带，一个拥有超古文明工艺的异世界。所以赵小逃犯不是间谍，他是异世界来客，也是通道。那就立刻控制，彻查通道。现在不能碰，我们不知道通道规则，更不知道对面那个世界的战力底线。贸然动手，可能毁掉唯一窗口，也可能引来跨界风险。第一，即刻成立跨界溯源专项组。第二，对赵小凡一行人执行24小时全程静默观测，记住12个字：不接触，不试探，不问话，不惊动，只看，只溯源。舆论方面呢？对外统一口径，数据存疑，仪器误差，样本待复核。所有异世界推测，全部严控在内部范围。监测点就位，目标小院灯亮，暂无异常。周副局长，绿藤七中王晓彤校园事件是你亲自加急督办，对吗？那是我分内职责，整治校园问题有什么不对？处置本身没问题，但这件事已经牵扯国家级特殊安全事务。那天晚上确实发生过怪事。秦队长，我们找你核实一个人，赵小凡。他出事了。说你知道的。我一直觉得他不对，可他确实救人，也没害人，我就没再往细里查。说说赵小凡。医术很厉害，路子完全看不懂。还有，他药丸从来不给我研究，特别小气。赵神医救了我的命，人品也好，他可没犯过法。按顺序来，别急，今天都能看上。先喝口水，等会儿就到你们。红外热成像正常，目标体态无异常，音频清晰，正在确认问诊内容，继续记录，不接触，不试探，不惊动。看完后烂在肚子里，终生不得对外吐露半个字。异世界来客，这是目前最高级别定性。难怪他什么都查不到。绿藤市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知道老城区还藏着这种地方。先看这个，综合记录，赵小凡能精准干预梦境，远程影响普通人行动。那刀哥灰色窝点的案子也说得通了。说，案发前监控拍到赵小凡和刘强去过城西仓库，当天夜里那个灰色窝点全员倒下，现场没人反抗，醒来后还集体说见到诡异幻想。当时我查不出原因，现在看就是他出手。能力层面远程造梦，干预人心，制造幻境，无接触制敌；价值层面还有超规格医术，威胁等级继续上调。同时记录性格结论，性端正，心存善念，无主动侵害普通人记录。秦正，下一步由你出面。我们带来2位国内的顶尖科学院士，他们身体积攒多种慢性顽病，现代医学只能维持。以普通求医名义带他们去赵小凡小院问诊，正常看病，正常交流，不问来历，不提异常。另外，随身携带常规观测设备，我们要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采集他行医时可能动用超凡力量的所有数据。明白，保证谨慎，不惊扰目标。记住，不是去试探，是去求医。你越自然越安全。聂老、杨老，前面就是小院。小秦，你太紧张了，我们2个老头子就是来看病。以前不知道内情，我敢和他随便聊，现在知道的越多，越不敢大意。等等，老杨，身体不舒服？我想到一个风险，神话里的仙人最基础就是耳聪目明，我们距离小院不足200米，可能已经在他的感知范围内。如果刚才的话被他听见，所有伪装都可能暴露。秦队，你又来了。带2个家里长辈过来，年纪大了，一身陈年老毛病，听说小赵医术好，就来试试。那你可找对人了，咱们大哥的医术你亲眼见过。这孩子倒是周到，他平时就这样。小学1年级语文、数学练习册生字本、铅笔、橡皮，数量太大了。初步清点，这批教材文具足够支撑200名适龄孩童完成启蒙教育。这不是自用，是成体系、成规模、有规划的教育铺设。他买的是夏国制式教材，说明易姐那边已经能看懂我们的文字和教育逻辑。赵小凡降临蓝星才多久？满打满算40天，真正稳定下来学习采购体系不超过20天。小童，放学了？今天这么早？都说周末啦，学校提前放。
所有人注意，目标与王小贤进入内室。他不见了。活人传送，这意味着对面也可能送人过来。调王晓彤和王建国全套档案。妇女都是蓝星原生居民，无异界渊源。那赵小凡为什么把他送过去？培养衔接人，还是另有安排？小赵，忙完了，我带2位家里长带来看看老毛病。老样子，问诊过程劳烦3位戴上眼罩，见谅。你小子是真把医术秘方看得紧。行，听你的。全员记录，一针都不要漏。他们从发光丹药、鼓舞高手，谈到灵根、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刘强还给老家母亲打过电话，让他看看祖坟有没有冒青烟。他们4个早就见过他的能力，所以才死心塌地跟着赵小凡，继续盯紧问诊房，一处细节都别漏。2位老爷子都是常年积劳，气血淤堵，脏腑溃败，慢慢调理就能好。药丸自带光，不是反光，是它本身在发光，未知超凡物质，无法用现有材料体系解释。2位老爷子，舒服，身上沉了多年的酸痛好像一下散了，神乎其技，确实超乎想象。没有残渣，没有样本，他太谨慎了，根本不给取样机会。又是新东西，老爷子，问一下这个测力仪，测测体能底子，我好判断后续调理。好，我握住。我操，这玩意儿还能碎！目标也愣住了，这不是他的计划内情况。测灵珠裂了，元阳界从古至今从没听说过测灵珠会裂啊！大哥，这老爷子是不是有点厉害？先别说话，怕不是年代太久，灵力流失，本身就脆了。小凡子，我给你重新传一颗，兴许刚才那颗有暗伤。报告，赵小凡胸前突然出现球形凸起，疑似凭空出现。通道媒质大概率附着在赵小凡身上，可及时双向传物。老爷子，刚才那个测力仪内部老化了，您重新握一下。好，我试试。又碎了！老爷子，你是不是练过铁砂掌？是不是这东西质量不太行啊？不对劲儿，2颗在同一个凡人手里碎，这人的根底怕是超出了测灵珠承载上限。测灵珠上限是按元阳界灵根标准定的，此人灵根强度可能超出了探测上限，超出测灵珠上限。若此人生在元阳界，怕是要被各大宗门抢破头。可惜年纪太大，经脉早就固化了。若年轻30岁，直接让赵小凡传过来。文渊长老说的没错，但世间还有第2种能令测灵珠碎裂的情况。宗主，还请宗主解惑。人神机浩瀚功德，可成功德金身，万法不侵，诸术不沾，神通难扰。功德气场震碎测灵珠，这得是怎样的功德？能成就功德金身者，无一不是造福亿万生灵，立下不世之功。小童，你看看此人有没有印象？师父，我不认识，看着是很慈祥的老爷爷，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无妨，超凡天资也好，旷世功德也罢，对我宗都无害。此人无需再测，跳过他，换另外2人。还来？异界那边不死心？老爷子，仪器接连故障，这次换新的，您也握一下。好。第3颗也碎了。1次碎出是意外，2次是特例，3次这算什么？这蓝星凡人真是离谱到家了。若不是超出上限，便是功德护体，可2人皆如此，实在难断。柳长老，再传1颗，那2位老者不用测了，直接测剩下最后1人。是。
短短10几分钟，3颗测灵珠没了。蓝星到底是什么鬼地方？2位老爷子不测了，秦队伸手吧。小兄弟，你这测力仪连碎3件，我这次要是再捏碎，可别找我们赔。秦队，你轻点儿。正常了。秦正3灵根，木水土，资质中等。还好，我差点以为这玩意儿今天全报废。看来蓝星也不是人人如此。亮了！3种颜色，3条独立光带，这就是他们一直遮掩的超凡探测真相。秦队，2位老爷子都是积劳救济，后续慢慢调理就能根除。多少钱？你尽管说。我这不主动定价，2位老爷子一共4000就行。不贵，你这医术2000块根除完病，放眼全城都找不到第2位。可惜全城眼罩，没机会安放设备。不急，摸清规矩，下次就有办法。秦正不愧是一线老刑警，戴着眼罩还能反过来利用赵小凡最核心的需求。对了，小赵，你之前说过一直没有身份证，连银行卡都办不了。秦队，你能帮我解决身份证的问题？我权限不够，不过2位老爷子是我们市局一把手的至亲长辈，局长想请你吃顿便饭，你到饭局上亲自说说，或许能办。行，你们这段时间跟着小赵也算勤恳本分，今晚饭局一起去。秦队，我们也能去，一起跟一把手吃饭啊！全靠大哥，半个月前谁敢想？行动！作为穿越到蓝星的修仙者，我只是想办个身份，没想到一颗测灵珠却把我推到了整个国家的眼皮底下。行动！外围封锁完成，别惊动周围住户，所有动作压到最低。目标每次用完圆珠，王建国都会第一时间低头记录，这个动作重复出现多次。那本笔记极可能就是异界对蓝星人的测试记录，价值不可替代。这不是代号，这和修仙小说里的灵根设定一模一样。灵根，那颗发光圆珠是测灵珠，推翻之前所有模型。赵小凡不是异能者，也不是普通超凡个体，他是修仙者。对面世界是完整的修仙文明，在传统修仙设定里，哪怕最差的武灵根也是百里挑一，可赵小凡的记录里没有一个武灵根，也就是说，蓝星人可能人人都有修仙底子。测秦队时珠子正常，3色光带稳定，这说明珠子没坏。 2位老者碎珠，更像资质超过了测试上限。若这份笔记无误，蓝星面对的不是单一超凡个体，而是一个成熟的修仙文明体系。修仙者是真的，灵根是真的，修炼之路也是真的。那传说中的仙到底存不存在？这就是测灵珠，实打实的修仙文明的东西。要不咱们试一下？别瞎搞，万一直接测碎了，谁担得起这个责任？稳妥第一。公共院落、走廊、客厅、刘强4人居住房间，所有监控和收音设备已布设完毕，仅剩赵小凡私人卧室，是否继续安装？赵小凡私人卧室全部放弃布设，绝不触碰，保留对方最后1寸私人空间是目前最优选择。收拾一下，今天我亲自出面，以绿藤市局长的身份赴今晚的饭局。您亲自去？秦正已经把戏台子搭好了。 就得有一个局长站上去。怎么回事？局长什么时候换人了？这一顿饭怕是
是顶我们以前干1个月活的钱。稳重点儿，对面可是市局局长，今天全靠大哥撑场面。陈局，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赵小凡，赵神医。陈局您好。早就听说咱们城中村藏着一位年轻神医，邻里口碑极好，医术高超。今日一见，真是比传闻里还要年轻，果然英雄出少年。陈局过奖了，只是一点家传小本事，算不上什么高超医术。陈局，这几位以前年轻不懂事，犯过点小糊涂错，不过早就彻底悔改，现在一直跟着小赵踏实做事。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误入歧途的时候，过去的错改了就翻篇，往后安分守己，好好做人。多谢局长教诲，我们往后一定踏踏实实跟着大哥做事，绝不惹事，绝不添乱。对，我们一定好好干。小赵神医，这一杯我敬你，多谢你治好杨老和聂老。陈局太客气了，您叫我小赵就行。2位老爷子只是年老体虚，积劳成疾，都是医者分内之事。小赵，你医术这般出神入化，师承哪位名医？之前在哪儿行医做馆？没有专门拜师，都是家里祖辈传下来的偏方和医术。我从小跟着家里老人学，以前一直住在深山村子，从没在外行过医。大夏传承1000年，山野隐居的奇人异士数不胜数。看来小赵祖上绝对是隐世妙手高人。小赵，看你神色不对，是不是有什么难处？但说无妨。陈局，我老家村子特别偏僻，从小信息不通，我一直没能办理身份证。现在出来在外立足，没有证件寸步难行，想问问您有没有办法补办？陈局，这事我可以作证。小赵老家那种深山孤村，确实存在常年无户籍、无身份证的历史遗留问题。常规渠道很难补办，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要有熟人出面担保，核实身份属实，可特事特办。村里的人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做担保。陈局，小赵的担保我来做。秦正，你想清楚，公职人员私人担保补办户籍不是小事。陈局，小赵人品端正，心性纯良，我愿意以个人公职前途为他担保，帮他堂堂正正落户，持证行医。小赵，秦正这不是简单帮你一个忙，他是拿自己10几年公职资历、一辈子仕途为你兜底担保。我怕你将来心性有变，辜负这份信任。陈局您放心，我赵小凡做事恪守本心，绝不会行差踏错。秦队，多谢你为我担保，这份情我记着。那行，既然秦正甘愿以仕途为你担保，我就破例一次，特事特办。小赵今年多大年纪？我19岁。年纪轻轻，身怀绝世医术，难得。户籍落户地址，你想落在哪里？小赵，你老家深山村落户籍体系混乱，后续办事也麻烦。依我看，直接落绿藤市本地城市户籍最合适。对，大哥，城市户口含金量高太多了，稳赚不亏。那就听你们的，落绿藤市本地。1周之内，全新户籍档案、合法身份证全部给你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你的行医资质我也一并帮你解决。太感谢您了，陈局，您这算是帮了我天大的忙。以后市里、省里若遇到疑难杂症或者特殊医疗难题，可能免不了麻烦你出手帮公家解决，没问题吧？没问题，以后有事随时找我，只要我能办到，绝不推脱。大哥，今天这顿饭吃得太值了，陈局对你的态度那叫一个好，连秦队都愿意拿仕途给你担保。神局分析组，根据今晚所有接触细节、对话逻辑、行为模式、性格短板，立刻搭建赵小凡个人专属大数据动态模型。收到。全面收录他的性格特征、行事风格、价值取舍，反向推演他背后修仙文明体系的运作规则，以及跨界行动的真实目的。大哥，我们把这些书搬回屋里。不用那么麻烦。你们几个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吧？我没看错吧？几大箱东西直接没了。储物袋，真的是小说里的储物袋。怪不得大哥从来不用搬东西，这玩意儿也太逆天了。储物袋，实打实的储物袋，不是空间折叠道具，不是魔术手法，修仙网文里的基础配置，一个接一个落地成真。灵根、测灵珠、丹药，现在再加储物袋，最开始把这些东西写进小说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情报核查组立刻溯源，全网彻查，找出现代完整修仙体系设定的源头。主任，修仙小说这个分类最早能追溯到的具体作者是比平望前的人，他的修仙旅行里，灵根、储物袋、丹药体系、修炼境界已经基本齐全。真正把灵根概念普及开的是后来一个叫萧雨的作者写的《草根寻仙记》，这本书热度很高，影响力很大。这2个人底细能查到吗？能，2人都有完整实名认证、签约信息、银行账户、身份证、手机号，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夏人，祖上3代有据可查，没有异常记录。把这2个作者带来。
长老，你让我买的小学1年级课本教材以及文具，我现在就给你传过来。小凡啊，有点慢了。昨天出了点事儿，这边官府一个领导的长辈来我这看病，治好之后，那个领导请我吃饭，答应帮我办理身份证和户籍。那是好事，有了身份证，你就能做很多事。长老，你在听音乐吗？你给我下载的这些音乐真不错，有时候听着，老夫都忍不住想要撩发少年狂。手机这个东西，宗门很多执事和金丹护法都表示需要。宗主让我告诉你，再买200个，不用太好，能听歌播放音乐就行。好的，长老。对了，王建国让我问问他女儿王晓彤在宗门怎么样了？小彤那娃娃在宗门宝贝得很，宗主专门让人给她收拾了一间偏殿，推开窗就能看到后山灵屋，院子里还给她留了灵草谱。小彤在宗门一切都好，宗主对她宝贝得很。那就好，那就好。今日休诊，有人来的话喊明天来。收到。你去置办200台智能手机，基础款就行，能正常播放音乐，全部下载好各类歌曲，打包带回。明白，大哥，保证办妥。赵小凡要买的200部手机，明显是传回异界的。蓝星音乐在那个宗门已经流行起来了。重点是王晓彤，一个10几岁的普通女孩，凭什么被修仙宗门宗主特殊对待？还能凭什么？肯定是灵根等级高。赵小凡测了那么多人，唯独他被传过去。今天是周末，他周末结束时很可能还会回学校继续学习。绿藤七中必须布控，安排一个人去王晓彤班级当班主任，要年轻有亲和力，同时要有观察力和记录能力。明白，我这就筛选合适人选。年龄适配，长期潜伏，耐心拉满，履历纯白干净，观察力顶尖。陈主任，最终人选敲定。女性，27岁，国内顶尖师范学校毕业，重点中学5年班经验，日常性格温柔随和，师生口碑极佳，完美适配长期隐蔽观测要求，即刻下发专项调令。后天周一准时入职绿藤七中，接任王晓彤所在班级班主任。3条准则：不主动搭讪，不刻意试探，不制造异常焦点，只观测，只记录。谁啊？大半夜的。调查署专项问询，请协助配合。同志，你们肯定搞错了，我就是写小说的，我书没违规，没造谣，没碰任何红线。身份核对无误，麻烦配合随行。同志，你们找错人了吧？我一辈子老老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目标身份核实无误，请配合调查。我们2个写小说的，何德何能，能进这种地方？不用紧张，今天找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犯法，我只问你们2个核心问题：灵根、测灵珠、储物袋、传送阵、宗门体系，这套完整、闭环、逻辑自洽的修仙修炼体系，你们当初是从哪里得来的？领导，这真的是天大的误会，全网修仙晚文都是这套模板，我就是跟着主流套路写的，纯虚构纯杜撰。领导，我也是纯瞎写的，我就是凭脑子里的零碎想法东拼西凑搭了个修炼框架，完全是凭空想象。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是瞎编的，那你们自己看好。你们凭空想象、跟风杜撰、娱乐大众的修仙体系，现在不再是虚构，它是另一个异世界完整文明的一部分。不可能，我就是写小说混口饭锅，从头到尾都是我瞎编的啊！你们祖上无玄学传承，从未拜师修道，也没接触过任何超凡事物，为什么偏偏是你们2个人的大脑能精准复刻异世界展露出来的物品以及宗门架构？先在这里冷静，想明白之后出来找我。接下来我需要你们的脑洞，反向推演异世界全貌。钱哥，你10几年前写那2套休息框架，真的完完全全是自己瞎编的，没有参考任何东西。不然呢？10几年前网文圈一片荒芜，哪来的通用模板？我就是觉得单纯打怪升级太单调，凭直觉拼出了灵根、境界、储物法宝、宗门灵力那套规矩。我要这次事件核心人物的全部资料。那个叫赵小凡的异界来人，所有公开、半公开记录。按网文套路来套，这个赵小凡100%是异世界修仙者穿越到了蓝星，但我偏向被动穿越，不是主动跨界。我也这么觉得。如果他是主动过来探索入侵的探子，不可能40多天孤身一人，没有任何接应，没有任何同伴，所以大概率是意外跨界，空间乱流掉落，传送失误滞留。不对，有漏洞。王晓彤可以被赵小凡双向传送到异世界，而且不止一次。
如果通道彻底封闭，他怎么可能稳定开启两界传送？先抛开通道问题，既然有宗门、宗主、灵根修炼、正统修仙体系，那绝对不是单一宗门的小世界。按照完整修仙世界观，那个世界必然万宗林立，正邪并存，弱肉强食。有正道宗门，就一定有邪修、魔修、魔道势力。这么说，大夏还幸运了一把，出现在蓝星、滞留在这里的，刚好是正道宗门修仙者。幸好第一个跨界落为蓝星的是正道修士，但凡换成魔修、邪修、鬼道修士，服了，不愧是吃完逻辑饭的专业人士。我们情报组熬半夜推出来的结论，他们翻一遍资料几分钟就捋明白了。他们更懂修仙文明底层逻辑。继续听。现在最关键的一点是分清对方到底是传统修仙文明还是神话级修仙文明。如果只是传统修仙，还有博弈、缓冲、谈判余地；但要是顶配神话修仙体系，那直接躺平认输。按神话修仙设定，筑基就可能对标行星级，金丹体内凝出主系恒星，元婴应与成千上万恒星配，随便来个入门修士，抬手就能掀翻蓝星。不过基本可以排除神话级体系。根据赵小凡所有日常行为和出手痕迹，完全没有毁天灭地的离谱战力。可就算是最常规的传统修仙文明，对现代科技文明依旧是碾压区。拿元婴修士举例，常规飞行速度3到6马测，看着不如导弹。关键在神识预判，元婴神识散开200多里，导弹刚发射，人家就能感知危险。现代导弹最大弱点是轨迹固定，无法无规则变向。可元婴修士可以瞬移、土遁、急速撤离，导弹锁定目标瞬间消失，最后只能打空。就算动用核弹定点打击也没用，想彻底杀死一名元婴修士，只能数十枚核弹大范围覆盖，代价是直接炸毁一片国土。更可怕的是，人家未必正面硬刚，幻术、隐身术、变身术、替身术，完全可以点地点高层斩首，甚至顶替身份混进内部。真打起来，我们这个程度的科技文明对上成熟修仙文明，根本没有任何胜算。一个传统修仙宗门弟子，意外流落凡人科技星球，亲眼查证核弹、氢弹的毁灭威力。如果是他，肯定会第一时间把蓝星终极武器情报传回宗门。如果那个宗门了解核弹和氢弹威力，心存忌惮，也许这就是他们没有大规模来人的原因。领导，我有一个想法，要当面汇报。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赵小凡对蓝星文明和武力的认知，全部来自我们的网络、社会和信息环境。他一定会把核弹、氢弹这些情报原原本本传回宗门。这个推论，专项组已经推演过。既然对方对蓝星的认知都来自赵小凡，那就直接篡改他的认知。单纯网上造势没用，要做就做全套。官方通稿、全网报道、短视频热搜、专家解读、评论区水军、城市横幅、商圈大屏、社区公告栏，全都统一口径。这不是写小说，这是给2个文明写信息战剧本。大夏最新弹道技术突破，极速50马赫，可实时动态追踪，直角变向，瞬间折返，精准锁定高速移动目标。把完整方案原封不动上传中枢，定级最高优先级战略方案。主任，您真要推行？举国造势，公开核射，成本极高。一次试射，一套通稿，一场全国全程造势，换一个修仙文明永久性错误评估蓝星战力，这是最夸张的战略威慑。中枢批复，楚门世界计划全票通过，明日9时准时执行新型氢弹公开试射任务。官宣：大夏弹道技术颠覆性突破，极速50浩赫，支持实时动态追踪，直角变向，瞬间折返，精准锁杀一切高速移动目标。强哥，50马赫还能拐弯追人，这以后谁还敢跟咱们大夏叫板？真的牛！明天试射必须蹲直播。才刚出消息，全程都庆祝上了。明天试射肯定稳了。大哥，你们刷新闻没？咱们国家这次真的起飞了，50法克，专门锁定高速目标。一直在看，现在全网都是这事儿。蓝星的核弹、氢弹已经够可怕，现在连盾桃都能锁死，这事必须立刻传回宗门。又传东西。周学长老，我紧急汇报一
件大事，蓝星大厦顶尖热武器技术完成了颠覆性突破，最高速度能达50马赫，还带动态追踪。全力极速也不过4马赫，50马赫还能折返追踪，这怎么躲？小凡，此事绝非小事，你原地待命，我立刻上报宗主。赵小帆刚传来紧急消息，蓝星大厦新型核武，极速50马赫，无固定弹道，可直角变向，瞬间折返，锁定高速活动目标。明日9点公开直播试射。 50倍音速，还得实施真宗。以往核弹、氢弹威力恐怖，可元婴修士拼命飞盾、瞬移、土盾尚且有一线生机，现在不同了，50倍音速，真要在蓝星被锁定，根本跑不掉。我宗最快破空法器，极致催动也就8倍音速出头，这就是降维打击。更恐怖的不是速度，是他们打破了常规飞行惯性，弹道固定轨迹，能直角变向，瞬间折返。 说明他们已经吃透了飞行和动能锁定的底层规则。赵小凡，我问你，此番大厦弹道技术突破问世的消息是否100%属实？宗主，千真万确。现在蓝星全网所有平台全是这条新闻，不止大厦，海外所有国家军事机构都在疯狂讨论。明日9点还会全程无剪辑、无遮挡公开直播试射，根本不可能是虚假消息。明天9点，赵小凡，你守在直播画面前，我要全程亲眼观摩大厦的新型导弹试射。 堂堂元婴修士，明天要坐在大殿里看凡人放烟花。是的，咱们真造出50马勒的导弹了。你以为全网宣传全是吹牛？这次拉出来试射的是我们长期隐蔽压箱底的极速弹，速度是真的，但网上说的直角变向、瞬间折返、高速目标锁杀，全是临时杜撰的虚假性能。今天是骗局，未来未必不能变成现实。 分段直播，虚实结合，起飞、加速、高空巡航，全用真实实拍，展示直角拐弯、瞬间转返、追踪锁敌时，立刻无缝切入顶级拟真特效，光影、尾焰、云层，卫星航拍视组全部1:1贴合现场，不逐帧分析，顶级专家也看不出破绽。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骗过赵小凡。修仙界无凡人平等，正道宗门尚且视凡人为尘埃，魔道邪修更可能屠戮凡人。 炼魂祭体，一旦修仙者大规模跨界，蓝星没有谈判资格。楚门世界计划必须成功。 50马索，真的离谱，速度是真的无敌，就是直角变向、瞬间折返，太扯了。特效贴片预载完毕，转场延迟0.01秒以内，真实极速镇住全世界，虚假变相镇住修仙界。10、9、8。 3、2、1，点火发射！真的50马赫！大厦军工封神！这谁跑得掉啊？50马赫，还能折返追踪，元婴也躲不开，跑不掉，真的跑不掉！ 只要被锁定，必死无疑。那架无人机20倍音速，依然被稳稳击中。大哥，这导弹真是无解呀！以后谁敢惹咱们大厦？成了，彻底成了。别高兴太早，这只是第一步，威慑、止战。 让对方不敢贸然跨界。修仙文明最大的优势不只是战力，是远超凡人的寿元悟性规律推演能力，还有无限视线的时间成本。我们展露的科技体系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恐惧的终点，也是全新的道路。他们看懂了，就一定会抄我们的作业。接下来不再是单方面监视与防御，而是蓝星科技文明与异界修仙文明的文明竞速赛。如果我们天眼宗掌握这套技术，燕国15宗谁还能挡？蓝星凡人寿不过100年，没有灵气也能100年崛起。他们站在泥土里能做到，我们站在凡人肩膀上，有灵力，有阵法，有修饰推演，只会发得更快更强。无需再畏惧蓝星，蓝星的恐怖在于科技增速，但这份增速现在归我们所用。即日起，放弃跨界蓝星的所有计划，我们不碰蓝星疆土，但依托赵小凡吃透蓝星文明。科技推演堂由柳元基牵头。 拆解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工程力学、空气动力学。20年内，辖下城镇村落全部开办学堂。科学可以学，技术可以用，但思想必须忠于宗门。中枢批复：楚门世界计划第1阶段跨维度武力威慑造势初步完成。本次核心构思双线博弈推演，
由望前独立搭建，萧雨全程辅助细节推演，功不可没。经中枢特批，望前萧雨破格纳入国家级异界专项事务小组，授予特级编外特勤研究员身份，即刻入编，即刻履职。对不起了，我的千万粉丝，从今天起我不写故事了。我亲身入局，守护人间。中枢最终定调，针对超凡外界，针对赵小凡，继续执行4不原则：不试探，不问话，不接触，不惊动。文明博弈没有善恶，只有强弱，只有立场。我们永远不能赌一个未知修仙宗门是善是恶。今日修仙宗门的忌惮和退让，全部来源于我们刻意塑造的恐怖科技战力。一旦暴露虚实，敬畏瞬间清零。中枢第2阶段指令：异界古物超凡材质，是现阶段我方唯一能低成本、无风险获取的跨零度战略资源。由老宋、老李、陈远山3人专项负责，持续对接赵小凡，尽可能多获取各类异界古器及材料，既要量大，又要无痕。中枢这是给咱们出终极难题，风险和收益永远对等。他们在抄我们的科技作业，我们就在偷他们的超凡材料。2界竞速，从来不知武力威慑。自今日起，天宫院唯一核心任务：攻坚蓝星书本上移速武器全套原理，重构超凡战力体系，空气动力学、急速惯性逻辑、弹道轨迹演算、动态锁定原理、高爆能量机理，5大领域优先攻克。今日所学，入耳长存。金丹大能，给一群凡人泥腿子上课，天眼宗疯了！这不是凡间识字断文，也不是算术重账，这是一套从基础到顶层可以迭代的文明成长体系。沈若水不是教化凡人，他是在培育一代代自带科学思维、逻辑思维、精准思维的人才梯队，全盘跟进。全新未知稳定元素不在蓝星元素周期表内，合金配比超出所有已知眼睛逻辑，韧性、耐高温、抗腐蚀属性全方位碾压现有军工顶级材料。测灵珠碎片能留存微弱游离能量，原理完全未知。这批异界古器正在敲开蓝星材料学、冶金学、能量科学的全新大门。可问题是样本太少，活了大半辈子，玩了一辈子老物件，到头来见到的最大谜团竟然不是古墓，是异世界。现阶段你们3人的身份最自然也最安全，继续与赵小凡保持古玩交易关系，不能暴露官方和科研目的。明白？不能问来源，不能急切求购，不能露出异常，只当普通古玩圈收获。赵老板，最近忙不忙？你上次那5件老物件在核心古玩圈子里已经彻底炸开锅了，好多人都盯着，说你手里藏着顶级好货。宋老师说笑了，都是家里传下来的老东西，不算什么好东西。旁人不懂，我们这些玩了一辈子老物件的还能不懂？我这次找你也是想再收一批，价钱绝对不是问题。这老宋是把我当成偶然挖到上古超级遗址的幸运散户了，这个误会刚刚好。既然老宋那边大规模需要，那就卖，卖的越多越好。长老，再给我传些古器，越多越好。这些东西在元阳界半点灵力没有，对着占地方。能在蓝星换钱就是有用。我的天，宗门又传东西来了！30多件，比上次还多，这质感看着就值钱。大哥，上次5件青铜器2500万，这次35件，保守估计能摸到2个亿。收拾好，下午交易。跨界媒质锁定，就是这枚古灵牌，人工激活，定点对接，定向物资传输，可控、可重复，稳定度100%。传送机制确认了，下一步要搞清楚传送原理、次数限制、距离上限以及能不能限制传送。宋老师，我手里还有35件同批次的老物，你看你那边吃得下吗？赵老板放心，别说35件，就算再多1倍，我这边圈子也稳稳吃得下，完全没问题。行，那你定个时间交易，就今天下午4点，咱们还是老地方，清音阁。这么急？哎呀，赵老板，真不是我们催你，你上次那几件物件一出圈，整个顶尖古玩圈子直接炸了。急是急了点，但你放心，价格绝对顶格，一分亏不了你的。行，那就4点吧。陈主任，
这差事真不是人干的，心脏全程悬在嗓子眼儿，演戏演的我都快神经衰弱了。稳住心态，保持常态即可。千万记住，自然交易、寻常收获就是最安全的状态，绝对不能暴露分毫异常。收拾一下装起来，下午去交易。收藏家看见这一幕，能直接哭出来。在赵小凡眼里是破烂，在我们眼里是无价样本。大夏这边热闹是真热闹，凡人搞出来的动静比宗门大典还夸张。目标已出发，前往清音阁。收到，沿途监控已就位。这批样本可算是救急了，之前只有5件东西，各项实验只能浅尝辄止，舍不得消耗分毫材料。现在科学院总算可以放开手脚，系统性研究了，全部不含灵力，没有任何异常能量变动，纯粹的特殊材质，用来做实验再稳妥不过，完全不用担心出现无法解释的状况。记住，心里再激动也得憋着，等会儿该演戏还得好好演，一丁点反常都不能流露出来。几位，验货吧。品相统一，出自同一个坑，年代底蕴十足，制式古老，锻造工艺成熟，保存完整度极高，属于市面上绝技的顶尖出土物品。都是同一批出土的东西，你们看完了合适就报价。赵老板，这批东西的品相和稀缺程度，在圈子里挑不出任何毛病，我不跟你绕弯子。按照顶尖古玩批量收购行情打包核算，总价1亿9300万。可以，价格靠谱。赵老板果然爽快，依旧按照老规矩，拆分多笔合规古玩流水转账，手续干干净净，不会给你招惹任何麻烦。没问题。赵老板，跟你提前说一声，这大概是我们近期最后一次找你收东西了。为什么？最近风声很紧，官方正在大力整治私下古董交易，所以你手里如果还有存货，一定要妥善收好，千万别随便找人出手，免得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况且，你这条连环计策安排得太精妙，借着严打古董交易的消息，断了赵小凡找其他买家的路子。后续拿出什么东西交易，主动权就慢慢落在我们手里了，可以由我们慢慢引导。第一组数据出炉，这批青铜祭鼎检测出8种蓝星从未记录的复合元素，全部天然稳定，无衰变，无杂质。第二组完成建模，玉璧残片晶体结构排布逻辑完全超脱蓝星成型方式，受力结构分子锁合，完全是另一条文明路子。特种耐受测试结束，异界陶制材质极限耐热，碾压国内顶尖航空特种陶瓷，高温形变抗性直接翻倍。全样本同源性彻底确认，35件器物全部出自同一套域外古文明工艺体系，数据互通，规律统一，完全可以搭建完整材料谱系。终于不用瞎摸索了，卡了我们整整17年的超高音速材料瓶颈、深海内压材料难题、高温抗衰课题，全部都能重启攻坚。这次是真的能突破！这批样本品类太齐全了，金属、陶瓷、玉石、矿质残件全覆盖，足够我们从零搭建一整套完整的域外基础材料大数据库。这玩意儿没有灵力波动，也没有符文阵纹，怎么就能自己唱歌？如此，天眼宗手里一定握着一条外人不知道的顶级域外渠道。堂堂碧落峰真传，本命战歌竟然是这种曲子，说出去铁定被同门笑话。以前宗门低阶巡逻靠人跑，靠传讯符，现在对讲机10里之内秒通秒回，效率翻了10倍。战堂有无人机，山林搜捕有热成像，矿脉开采有冲击钻，丹药管够，法器迭代，连音乐都能契合道心。旧主还在拼资源、拼丹药、拼秘境，天眼宗已经开启了我看不透的光辉道路。怎么选，傻子都知道。对方胆子是真的大，一个万里挑一的异灵跟天才，就这么扔进来当案子。不止我一个人动心了，其他探子大概率也全都萌生归顺之心。你们想两头观望，骑墙站队？不好意思，我不玩这套。周长老，我要举报。周常长老，弟子自首，愿斩断过往，彻底归宗，余生全部心力尽数献给天眼宗。李师侄，你能主动前来坦白自首，老夫很高兴，但你拖到今天才来，老夫很不满意。这不是我前些日子传回的那枚情报玉简吗？怎么会在周长老手里？长老算无事了，弟子无话可说，任凭宗门处置。你看看你慌什么？老夫从头到尾说过要罚你了吗？说说吧，潜伏数十年，为何突然下定决心彻底归顺我天眼宗？回长老，一是天眼宗风气清正，上下和睦，善待每一位弟子，从不恃强凌弱，更不欺压凡尘。弟子真心向往这样的宗门，
二是弟子肉眼可见，宗门日新月异，格局宏大，暗中布局的都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业。弟子愿斩断过往，彻底归宗，余生全部心力尽数献给天眼宗。你既然认得此物，我便不多解释。宗门后续会给所有真传统一派发手机，你主动归宗坦白立功，便提前领悟。过往之事既往不咎，安心留在宗门修行做事即可。弟子多谢长老，此生必忠于天眼宗，绝无二心。周爷爷好，小童来了。周末结束了，我该回学校上课了。好，周爷爷送你回去。目标人物王晓彤果然准时出现。针对目标的后续行动，正式进入准备阶段。导弹突破解析。我去，小童你回来了！赵叔叔好，爸爸好，刘叔叔好。小童，这2天在宗门待的怎么样？有没有学到厉害的法术？能不能御剑飞了？快给我们露2手！刘叔叔哪有那么快呀？师傅说我现在身子太虚弱了，这2天一直让我泡特制药汤补身体，一天泡好几次，浑身都软绵绵的。想要正式开始学修行、学法术，还要再养一段时间底子才行。正常的，这边环境和宗门那边环境天差地别。你就算是万中无一的天灵根，可底子太脆弱了。等你把身体养好了，正式入道，绝对一飞冲天。到时候你成了修仙大佬，可记得罩着你赵叔叔啊！赵叔叔别开玩笑啦，师傅交代过，我在这边一切都要听赵叔叔的话。立刻调取王晓彤随身电子设备，重点查看相册、录像、本地嘴存资料。他往返2界2天，极大规律拍摄了异界实景。此刻有信号，应该上传云端了。找到了，相机相册内有大量刚同步云端的本地照片，拍摄时间就是这2日，全部是异界实景。这就是真实的修仙世界，没有特效，没有滤镜，是王晓彤随手拍的。天灵根、亲传带鱼、药汤洗髓，全都对上了。他在那个宗门绝不是普通学生，是未来封主级别的种子。报告首长，这批实景影像的战略价值完全是顶级绝密级别，他们直接帮我们补齐了异界地理地貌、生态环境、建筑重视、修士生活模式、御剑机动方式、高阶修士常态形态6大核心空白板块。最关键的是真实性，是王晓彤随手记录的真实异界生态。这批资料填补了太多空白，但远远不够。生态建筑只是皮毛，我们需要的是修行体系、资源分布、势力格局、高阶战力、密地分布、传承体系。所有人记好，今晚情报归档封存，明日严格按照 A 计划推进下一步行动。周长老，问个事儿，天灵根修行速度到底有多夸张啊？小凡啊，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没啥，就是好奇。小童那天灵根看着也太顶了，我想知道到底离谱到什么程度。小凡，宗门对你的定位从来不是让你回元阳界卷修为、卷天赋，你老老实实待在蓝星，稳住身份，不被当地官方盯上，不惹出大乱子，保证2界通道稳定，就是天大的功劳。长老，你扯哪儿去了？我没多想，我就单纯问问修行速度，你别给我灌鸡汤。行，不劝你了。实话跟你说，正统天灵根吸纳天地灵气的速度是普通双灵根修4的2到3倍，对比你这种4属性杂灵根，直接翻18倍。那岂不是最多2年，他就混压我一头？什么叫混压？2年之内，他稳稳踏入炼气后期。你这进度，再花10年能不能长1层都难说。天灵根真是恐怖如斯啊！你别一脸受挫的样子。4灵根怎么了？谁说杂灵根不能逆天？最近元阳界出了个狠人，正宗4杂灵根，结果硬生生苦修不到300年，修成了元婴大能。然后呢？他干啥了？修成元婴第一件事不干别的，直接打上合欢宗，反手把合欢宗宗主师妹一位元婴长老给拐跑了。这么猛！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炼气修士能够横跨2界。你这件事只要传出去，未来元阳界正史绝对能给你单独开一页记载。长老，你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才去宗门2天，热烈庆祝我国新一代高速弹道导弹拦截技术突破封锁，军工跨越式突破，捍卫家国长空。家里这边也出了这么大的新闻呀！目标王晓彤准时出现，无任何异常波动。通知调度，目标等候公交，按原性方案衔接路线。我的天，这次导弹突破也太帅了，直接碾压国外所有拦截系统。大夏军工永远的神，这波直接天花板。离谱啊！上一个班主任才来几天，
这又换学校什么操作？我听说又是教育局直接安排的调动，完全是临时加急通知。这样也挺好，只要大家都好好上课，就不用再害怕了。同学们，从今天开始，由苏清河老师正式接任你们的班主任，兼任本班语文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目标就是他吗？可往来异界的小女孩。大家好，我叫苏清河，接下来的日子里由我陪伴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另外，从今天开始，学校正式推行新的管理规矩，所有学生必须统少交手机，保管在班级收纳袋中，下午放学再逐一发还给大家。啊，还要交手机？不是吧，这也太严格了！大家安静，这是教育局联合学校最新敲定的统一规定，全校所有班级同步执行，不是针对一个班。这哪里是来了个班主任，这分明是空架了一位坐镇学校的太上校长。只观测，不干预，不靠近，不试探。陈主任的准则必须严格执行。跟上，别掉队。体能、耐力、爆发力全面高于同龄样本，异常程度明显。这个，然后是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注意力、记忆力、精神状态全部提升，不是普通锻炼能造成的差距。数据复盘完毕，综合所有体能、精神、肉身、脑域样本对比，目标王晓彤异界滞留总时长不超过7天。根据目标本人此前口述，他至今从未接触任何正规修仙功法，没有启动任何修行筑基流程，仅仅是数次灵药液浴洗髓，体能耐力上限就已经全方位碾压蓝星同龄人。通知全市教育系统、校医专项组、医疗支援组，今天下午组织绿藤7中全校全员精准体检，覆盖所有年级、所有班级、所有学生。我们要拿到最精准、最直观、最科学的异界习俗体质数据模型，还有他的血液。目标设备就位，启动1级拆解改装方案，剥离全部民用底层系统，清除后台冗余程序，植入绝密级异界观测1号离线内核，加装内置独立不普能模块，环境传感战列，被动影像收音单元。报告首长，异界观测1号终端改装全部完成，设备外观、日常使用体验完全原样复刻，目标本人绝对无法察觉异常，已彻底解决异界无网络的致命短板，可实现无网全自动录像、无网受音、无网全先后生态气象监测。从今往后，目标进入异界的每一分每一秒，所见画面、所处环境、周遭声音、天地变化，全部可以全自动完整收录。之前大夏对异界的了解是碎片化以及被动式的，从这一刻开始，局势彻底反转。有了它，相当于大夏在异界悄无声息布下了一双眼睛。你们是不知道，我之前的老腰疼得我晚上翻身都睡不着，真的不骗你们，这小伙子医术绝了。医院治不好的陈年完毕，在他这儿就是10多分钟的事儿。都别急，别乱插队。老规矩，今天只放30个号，人手有限，再多根本看不完，排到明天天亮都没用。赵小凡现在是彻底入乡随俗，标准双休作息，周末2天雷打不动闭门休息，周一准时开门坐诊。等等，大家看巷道内侧那2个身影不对劲儿，立刻核查身份、来意、入境记录。报告主任，身份核查完毕，2名外籍人员为在绿藤市工作的外籍华裔女婿，定居本地多年，家属是城中村原住民，近期身体抱恙。听闻赵小凡神医名号，专程上门求诊，无境外间谍背景，无异常任务记录，无不良企图。外国人，纯正的蓝星西方人族。迄今为止，王建国记录的笔记本全部是我们大夏人，还没有外国人。灵根到底是血脉决定，还是人人皆有概率？今日刚好可以看看，能够修仙的灵根资质是只有我们炎黄血脉所有，还是众生平等？有意思，不用刻意试探，不用人为干预，不用安排任务。等下赵小凡接诊，他肯定会用测灵珠。老外有没有灵根，能不能修行，马上就能见分晓。这2个人身上的气息和大夏本土人完全不同，是血脉底层的隔阂。大哥，发号的时候没看见有外国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下次留意点。明白，下次老外一律不给号，绝对不让他们进来添乱。你们这是种族歧视，我要投诉你们！哟，中文说的挺溜啊，还知道投诉。我直白告诉你，我大哥看病凭心情，愿意看就安安当带着治，不愿意看直接出门右转，没人求着你们。刘强，拿2个眼罩，戴上。
看病为什么要戴眼罩？你们这是违规操作，侵犯我们的合法权益。给你们看病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规矩？想治就老老实实戴上，磨磨唧唧的直接出去。没想到那蓝星居然也有金发浅莹的异域族存在。长老，听你这意思，我们元阳界也有这种金发浅城的异域族群？自然是有的。可是我在宗门待这么久，从来没有听谁提过白皮人。你没听过太正常了，那都是上万年前的上古旧事了。现在的元阳界新生代修士9成9都不知道这段过往。老夫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好奇了，这个蓝星居然和我们元阳界重合度高的离谱。不仅有和我们元阳界主体一模一样的黄系人族血脉，连白皮一族蓝星居然也完整存在。小凡子，蓝星的白皮人和大夏黄系族群关系如何？是和睦共处，还是纷争不断？算不上和睦，一直都是长期竞争博弈的状态。大夏文明在蓝星过去几千年里基本都是世界顶尖，唯独近300年突然衰落。西方白人族群借着工业科技快速崛起，抢占了全球话语权，直到最近几十年，大夏才一点点追回来，重新稳住脚。好相似的情况。我们元阳界上古时期，黄系人族鼎盛数百万年，雄霸中州大地，文脉鼎盛，修士如云，屹立元阳界之巅。也正是那段盛世岁月，让当时的先辈放松了警惕。极西白皮一族借机蛰伏崛起，靠着诡异血脉天赋和疯狂扩张，一度横扫半座元阳界。那一场种族大战持续数万年，无数传承断绝。长老，既然他们当年带来的冲击如此严重，几乎让人族陷入存亡危机，为什么只将他们迁离，而没有彻底解除后患？想彻底解决，但无法深入，最后由最强的大罗帝国牵头，联合所有顶尖宗门，直接重兵封锁整片极西疆域，硬生生把这群白皮一族困死在贫瘠死地里面，让他们永世不得东出。那这2位外籍来访者还需要继续接诊治疗吗？治，当然要治，而且老夫要仔细确认，蓝星外籍族群与我们元阳界的上古外域族群究竟只是外貌相近，还是生命源球之间存在同源关联？麻烦了，真的一模一样。几乎和我们元阳界古籍记载的极西白皮一族完全对应。小凡子，拿测灵珠，给他们2人逐一测灵。伸手，握住。不对，这不是灵根检测的正常形态。长老，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测灵异象。小凡子，记住这个画面，这不是灵根，这是魔魂。魔魂？没错。我们元阳界人族修行依托灵根，因天地灵气入体，淬炼经脉，凝练丹田，突破境界，走的是正统仙道。而上古极西白皮一族不走仙道，不修灵气，他们与生俱来自带另一种超凡根基——魔魂。他们吸纳的不是灵气，是天地间的阴煞、乱力、浊气、虚妄之力。小子，这下问题就大了。蓝星的局势远比我们想象的特殊，完全不同。和大夏灵根体系没有半点重合点，紊乱、躁动、多色混杂，无固定属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报告首长，人物模型分析完毕。赵小凡初次看到异象时，眼神震惊、茫然、无认知，说明他起初完全不懂这是什么。但几秒过后，他的表情快速转为凝重。结论是异界那边的高阶修士当场告知了他真相。找人。我写了这么多年修仙文，构思过无数灵根、体质、变异天赋。从来没有这种伪乱魔性体系设定，完全超出我的认知。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我敢肯定，绝对不是好事。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大夏全民灵根，且代表正向、有序、可修行、可精进、可控的超凡根基。而这种杂乱、躁动、互相冲突的光斑，完全是反向体系，而且2个老外都有，那么很可能代表每一个白肤色的外国人都有这种超凡根基。全部数据最高密集封存。立刻启动全球人种超凡体系溯源，不管是神话还是传说，不得有误。小凡子，跟你说2件事。第一，韩秋的商贸大楼基建全部完工，楼层、商铺全部就位。再过几日，燕国16宗大比将正式开启。例会开始，力学组先行汇报。过去1个星期，力学组全员拆解传统御剑飞行模式，结合蓝星力学公式、阻力与惯性定律，完成全域精准测算。历代修士御剑仅凭个人经验微调方向，把控平衡，但量化测算后，我们发现恒定输出就是最大的资源浪费。同等飞行距离下，灵力综合损耗直接降低2成以上。热血组，传统炼丹完全依赖炼丹师个人修为、控火经验与手感预判，
我们依托热传导、热辐射公式重新测算炉体结构，优化炉壁厚度，内部通风导流，聚热区域。温控能稳到何种地步？炉内温度温差变动直接缩减50%。以往只能炼出5成滚象丹药的普通炼丹弟子，使用新式丹炉后，成丹率稳定90%以上，废丹几乎清零。继续，电磁组。本组已基本吃透书籍所在基础电磁实验，灵力穿透金属藻体会自动激发可控磁场波动。磁场强度与灵力输出数值完全成正比。灵力与电磁场并非两套独立体系，灵力可以催生电磁力场，按照物理闭环逻辑推导，磁场必然也能反向影响灵力。以培元丹为例，古方记载6种配料，2味辅料承担核心药效，4味辅料负责调和药性，但经过多次定量测算确认，4种辅料里有2味药材对药效没有任何正向贡献，纯粹是古方代代流传中惯性叠加的无用好。荒唐！古方传承万年，岂能凭一纸公式随意否定？3次独立重复炼药对照实验，结果完全一致。我想问诸位，我们修士体内的微观能量货币到底是什么？只要我们找到这种载体，破解灵气转化、细胞代谢、肉身改造的完整机制，无灵根凡人亦可修仙。继续深挖机制，但全员修仙的落地实验暂时封存，在找到替代灵气、人工造能的可行方案之前，绝不允许贸然触碰全民修行的底线。怎么回事？降龙稳居天眼宗内门，从无断联情况，难不成暴露了？培元丹、养气丹、固灵丹全都管够。新式飞剑比魔灵门老旧法器强太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陈护法，你也别怪我不讲情义，世道本来就是如此。魔灵门守着老古董规矩，固步自封，天天打打杀杀，内斗不止，资源抠抠搜搜，半点前途都没有。反观天眼宗，革新大道，眼界超前，资源丰厚，前景无量。我在这边吃香喝辣，稳步突破，凭什么要回去给你们当棋子卖命？没想到吧，你们布下的探子就这么简单的背叛了。好好等着吧，宗门大比，天眼宗会给你们个惊喜，这些每一样都足以让其他宗门眼红，到时候就不是惊喜了，是冲击。邪门，太邪门了！往年我们的内线稳得不能再稳，就算是天眼宗严查奸细，最多揪出1、2个漏网之鱼，怎么可能10几个人同时断联？难不成天眼宗早就摸清了我们所有暗线名单，趁着这次封山，悄悄把所有人一网打尽了？可这根本说不通，一网打尽必然有厮杀，有抓捕。我宗可是有1名金丹护法，若是出了问题，必有动静。可我们蹲守在外这么久，天眼宗山内风平浪静，半点抓捕清洗的迹象都没有。没有打斗，没有清查，却能让10几名常年潜伏、经验老道的卧底同时失联。天眼宗现在的反侦查手段到底恐怖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现在连对方在做了什么、怎么做的都不知道，太被动了。10几名潜伏暗线，还有金丹修士，全员失联，没有任何异常动静。依我看，不能再这么被动干等，再过几日就是16宗大比。天眼宗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封山所欲，绝对有问题。干脆我们6宗联手，直接前往天眼宗，逼他们给个说法。胡闹，纯属找死！天眼宗摆明了封山避世，若我们6宗强行集结上门，等同于直接开战。你们未免太高看沈若水，也太小看化神境界了。近万年来，元阳界4大域，无数天骄冲击化神至骨，9成9的人最后都是灵力崩体，道心破碎，身死道消。沈若水元婴后期巅峰，看似只差1步，实则是天堑鸿沟。他敢强行冲击化神，大概率就是自取灭亡。诸位先别急着下定论，看看这个。前几日我暗中前往落霞宗外围，以御兽秘术渗透探查，悄悄拿到了落霞宗新办学堂的课本典籍。折腾半天，天眼宗、落霞宗耗费人力物力，顶着全修仙界的嘲讽以及跟风办学，就是教凡人小孩1+1等于2。凡人寿命不过100年，肉身孱弱，无灵根，无大道。就算你教千万凡人读书识字，又能如何？离谱！折腾半天，天眼宗、落霞宗耗费人力物力，就是教凡人小孩1+1等于2。凡人寿命不过100年，就算教千万凡人读书识字，又能如何？还思想平德，心怀善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沈若水从不做无用之功，林清霜宁丢面子也要跟风，2大顶尖宗主不可能同时犯傻。凡人学识、技库教育、根植认同感，真的一无是处吗？你们都不屑，都不愿跟风，那便我来。不过是给凡人孩童办学授课，耗费不了多少资源，就算赌错了也无伤大雅。
可若是赌对了，传令即刻选址山脚凡人旗镇，筹备修建凡人孩童学堂，定名玉寿门第一小学，效仿天眼宗、落霞宗规制，境内6岁至12岁凡人孩童全部免费入学，包教包学，免费供餐。宗主，那本古工程基础技术里记载的造纸术，彻底颠覆了我们传承万年的古法造纸。这新式造纸法工序精简大半，原料随处可寻，量产速度直接翻了100倍不止。还有这货字印刷术，更是神来之笔。想出这些法子的人，简直是旷世奇才，简直是打通了文教的根本桎梏。这些仅仅只是最基础的凡尘小技，连真正的大道皮毛都算不上。只要给我们落霞宗20年时间，扎根凡尘，普及通识，迭代学识，培育人才，这批从小接受全新思维、精准逻辑、系统认知的凡人孩童长大成人，就是我落霞宗最稳固、最庞大、最源源不断的腾飞根基。修士的战力决定宗门上限，凡人的体系决定宗主底蕴。以前我们只拼修士、拼境界、拼法宝，未来我们拼的是文明厚度、人才储备、体系迭代。宗主高瞻远瞩，我等佩服宗主英明。启禀宗主，道玄宗、玄剑宗、碧落宗、天阴门、合欢宗5大宗门代表已联袂抵达我宗山门，求见宗主，声称商议16宗大比组队、排位、资源分配相关事宜。商议大比事宜，诸位长老都是活了几百年的老人精了，他们真来意是什么？不用我说吧。宗主放心，我等明白。该说的客套话一句不少，该藏的底牌半点不露。学堂照常运转，书籍照常印刷，革新照常推进。传令，开门迎客，随我前去会会诸位远道而来的宗门贵客。出门计划让赵小凡信了，也让他背后的宗门信了，可这份威慑能维持多久？在座各位基本都接触过网络修仙文学，心里大概有个强弱概念，但那些都是艺术加工。我们现在拿出的是结合赵小凡所展露的手段，以及通过王晓彤在学校的表现，以及血液分析，从而基本可以做出推断。炼气期，首先，炼气期修士放在异界只是入门级别，连正式修士都算不上，寿元不过百，但就是这种最底层的修仙萌新，肉身强度碾压人类极限运动员10倍以上，反应速度远超光学捕捉。换句话讲，凡人军队堆装备、堆人数，勉强能和炼气期55开。如果他们再配上小说设定那些各种符箓，其中的差距只会更大。筑基完成道基浇筑，肉身彻底脱离凡俗，可低空御物飞行，真元护体。现阶段，我们动用重装装甲车、迫击炮、小型导弹拼死一战，勉强能重创或者困住筑基修士，但想100%击杀，代价极大，大概率是1000人换1人的惨烈战损。但从金丹期开始，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金丹修士凝丹成核，自成灵力循环，可称之为陆地神仙。肉身硬扛常规导弹，盾光速度极有可能超音速，抬手引动灵力冲击波，一拳震塌楼层，一掌撕裂街区，单体战力堪比小型战术武器。我们所有热武器、智能设备、电磁干扰全部失效。蓝星现代战力如果不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对金丹级以上完全无效，零胜算。至于元婴修士，已经属于修仙文明顶尖高层战力，寿元1000年，可缩地成寸，隔空杀敌，元神离体，大范围毁灭式术法。这种级别的存在，若果心怀恶意，他们单人就能摧毁一座城市，这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能彻底宣判蓝星未来劣势的，不是他们现在的战力，是他们恐怖的学习能力。他们神识可以微观探查物质结构，宏观推演万物规律，大脑算力、记忆储备、逻辑推演，天生碾压人类顶级科学家。根据超级计算机的全部模拟测算，最长20年，最短15年，元阳界顶尖宗门就能彻底吃透蓝星全部现代科技。修仙战力叠加现代科技，超凡力量融合工业文明，那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全新文明形态。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蓝星的和平发展窗口期、技术追赶窗口期最多仅用20年，甚至可能更短。这20年是我们唯一的时间差，唯一的生机。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找到属于蓝星的破局之路，否则，两界真正博弈到来的那一天，我们没有任何胜算。一定还有办法。修仙文明再强，也一定有局可接，有路可破。王乾，你有什么想法吗？刚才萧雨的推演没有任何问题，单纯比拼个体战力，
我们蓝星文明全方位处于绝对劣势。那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只能干坐着等20年，等他们彻底吃透我们所有科技，完成仙科融合，然后大举降临蓝星。常规手段无解，正面博弈无解，但是修仙文明内部有解。继续说。我们写了10几年修仙文，最基础的套路永远不会变，那就是修仙界万宗民力，仙魔对立，资源厮杀。一个庞大的修仙世界，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宗门、一股势力，即便是同属正道的宗门，也永远不可能团结。没错，按照这个思路推断，赵小凡背后的宗门见识到我们的科技，等于手握划时代的逆天机缘。换做任何一个宗门，第一反应绝对不是分享，而是彻底垄断，闭门独享。你的意思是将赵小凡背后宗门获得的机缘通告其他宗门？对，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生路。我们没办法拦住他的宗门变强，我们没办法对抗仙科融合的强大文明，但是我们可以借力打力，让外界所有宗门都知道他们在偷偷掌握可以颠覆整个元阳界格局的逆天力量。一旦如此，赵小凡背后宗门的闭门分养节奏直接就能被彻底打乱。没错，他们一旦乱起来，就没时间盯着蓝星。他们一旦陷入宗门博弈，我们的20年倒计时就会无限拉长。思路完全可行，博弈逻辑没有漏洞，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具体怎么做。整套计划的突破口，唯一最完美的破局点就是天灵根。从异界那位宗门宗主亲自跨收徒、破格亲传的态度就能看出来，天灵根在异界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眷资质。这么看来，这个异界宗门的胃口远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大，一边疯狂吃透我们的科技体系，科技人才两头通吃，属实野心滔天。没错，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全方位掠夺蓝星的文明红利，双管齐下，彻底拉开文明代差。但反过来，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利用的破绽。经过这段时间对赵小凡的问诊求医的病患来看，我们大夏几乎人人有灵根，在海量人口的概率之下，绝不可能只有王晓彤一个天灵根。我的方案很简单，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想办法找出其余潜藏的天灵根少年少女，年龄严格对标王晓彤，数量不能多也不能少，20-30个刚刚好，再多就太过刻意，容易被一眼看出人为痕迹。我有问题，接连年龄相仿的天灵根扎堆出现，只要对方稍微复盘追查，很容易就能查到痕迹。这点不用怕，我们全程不接触，不一次性输送，1年内2到3名。我们只做一件事，制造自然巧合。1名、2名天灵根可以归为机缘，3名、4名依旧可以勉强用天地灵气特殊来解释。但如果一次性冒出10几名、20名天灵根呢？只怕整个异界历史都未必能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么多天灵根，他们一定会大打出手。很多人担心这样会彻底暴露蓝星，但我告诉大家，从赵小凡第一次连通2界开始，蓝星就已经暴露了。区别只在于是暴露给一个宗门，还是暴露给整个互相制衡、内斗不断的外界。可是这些孩子怎么办？我们将他们送入完全未知的异界乱世，对那些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其实我们不用把这件事想得这么沉重，在座各位都是普通人，有谁没幻想过修仙？对我们这些背负文明压力的决策者来说，这是牺牲；但对14、15岁正是爱幻想年纪的孩子来说，这是一辈子都求不来的天大机缘。没错，从古至今，凡人谁不慕长生，谁不向往超脱凡俗的大道？而且大家完全没必要担心他们的安危，我们送过去的是天灵根，他们根本不可能受到半点亏待。计划可行，定名为乱局借天计划，立刻整理全套方案，博弈推演模型，风险预判报告，加密上传中枢，申请全域专项授权。第一，生命科研组立刻接手王晓彤全部生物样本数据，全面拆解他的血液、细胞基因，判明天灵根专属生物特征。第二，大数据中心配合，启动全国隐秘无感普查，悄悄筛查所有适龄青少年，精准定位潜藏天灵根。第三，材料物理专项组、超自然研究院全力拆解研究测灵珠碎片。我们不能永远依靠赵小凡的测灵珠被动找人，必须自主研发出属于大夏、适配大夏人体的灵根检测技术。原来王晓彤根本不是只有周末才去异界宗门，他是每天放学准时2界穿梭。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他们。对方的2界通道技术成熟度远超我们所有推演数据，留给我们的时间比想中更少。乱局借天计划必须加速，再加速！封神榜里的大罗、转圣、圣人、道祖，每一个境界都碾压元阳界已知的所有修行体系。
这些层层递进、浩瀚无边的修炼体系，真的是普通人凭空杜撰、凭空想象出来的吗？蓝星很早以前绝对出过修仙者或者真正的仙，而且出过的是远超元阳界认知的顶级大能。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红军合道，元阳界的元婴化神合体，放在蓝星上古神话里，恐怕连入门门槛都垫不上。师傅，今日在学校学得如何？师傅，我感觉我现在变得超级聪明，以前上课背书、算题都要琢磨好久，现在老师讲一遍，我立刻就能懂。我的记忆力、理解力比之前至少强了好几倍，每天都在变厉害。正常。我听赵小凡说，你们那边最近很热闹。超级热闹！我们国家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导弹技术突破了，新闻上说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水平。时辰不早了，随我去药浴池，继续温养根基，夯实道基。报告，亲测目标行为更新，赵小凡目前正在高频检索大夏上古神话相关资料。不太妙啊！之前只是学数理化、工业技术，现在开始追溯根源，探寻蓝星古老修行法门了。确实风险很大。结合我们大夏几乎人人自带灵根的情况，这根本不是正常凡俗世界的生态。现代科技课本已经被传到元阳界，覆水难收，这点我们改变不了。但老祖宗留下来的原版道家典籍、古法修行记载，绝对不能原样被赵小凡完整复制，传回异界宗门。立刻全网下架原版道家古籍、正统道门修行记载。不行，不能一刀切全部下架，痕迹太明显，等于直接告诉他我们心里有鬼。立刻联动全网数据平台，原版核心古本做隐蔽篡改，删减关键章节，混入大量后世伪本、杂编、民俗故事式版，做到真假参半，版本混杂。收到。如果上古神话都是真实历史，那些盘古、女娲、上古真仙、远古大能最后都去了哪里？说实话，我也好奇。但真要是还有上古存活的顶级大能存在，我们现在的文明秩序根本扛不住。哼，主任，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的法子，能加速引导赵小凡把手里那2亿资金花出去，继续为了后续购物资金卖异界的各种物品。说来听听。赵小凡现在满脑子都是上古仙道、蓝星古老修行传说，此刻他做梦都想找到蓝星上古修行的真实证据、古法典籍。既然他想要，那我们就直接给他送上门，把他的2亿资金池榨干。大哥，这么晚了去哪儿？出门去书店买书。又买？大哥，你这阵子买的书都能开办学校了，难道宗门那边还不够吗？这次买道家典籍、古老经文、传统古籍一类的书。大哥，这我就看不懂了。你不是隐士修仙宗门出来的吗？还用得着我们去书店买？你们不懂，宗门隐士太久，藏书全是数千年前的古本。宗门让我搜集的是近几千年的道家演变典籍，补全宗门缺失的文脉缺口。破案了！赵小凡从头到尾都没有对身边几人坦白真相，他刻意包装自己是蓝星本土隐士宗门传人，用这个身份完美解释自己的超凡能力。大哥，现在城区书店早就全部打烊关门了，你要是真急着看道家古籍，我房间里刚好有几本，你先拿去凑合用。坏事了！道德经是道家万经之祖，道藏总纲；周易是诸天术数源头，推演大道根基；黄帝内经是人参经脉、气血阴阳、肉身养炼的正统源头典籍。怎么会是这3本？王建国，你说你一个开黑诊所的医生，房间里放着这3本书籍干什么？大哥，就是这3本，我以前好奇之下买来研究过，没看出任何门道。不讲行气路线，不讲经脉运转，不讲灵力吞吐，讲天地，讲虚实，讲本源，讲万物生命，讲大道根基。哈哈哈！炼气6层了，我之前卡在炼气4层半个月，一点动静没有。刚刚翻完一遍书，直接连破了2层。啥？看书突破境界？大哥，你没开玩笑吧？是真的，道德经根本不是哲学书，是真正的大道真经。赵小凡只是翻了一遍道德经，修为连破2层。完了，我们之前全网删改，费尽全力封堵所有上古修行线索，都白费日了。现在他手里握着的
是蓝星上古流传下来的最核心的3本本源大道。没时间犹豫了，现在道德经的秘密刚被验证，他还没来得及吃透，更没来得及把3本真经传回外界。只要我们现在拿下它，局势还有挽回的余地。绝对不行！我们的确有能力在大夏本土拿下赵小凡，但赵小凡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体，他是异界宗门实时监控的核心目标。我们一旦动用武力抓捕，只怕那个宗门的高阶修士会立刻跨界而来，到时候爆发的就是全面2界大战。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无上瑰宝白白流传出去。话说回来，我实在想不通一件事：道德经流传2000多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记载有人读了之后能引气入体突破修为，凭什么赵小凡只读1遍就能连破2境？很简单，我们是凡人，没有修行根基的人，一辈子只能看懂皮毛，连门槛都摸不到。可对于踏入仙途能沟通天地灵气的修士来说，每一句话都是大道指引。这么说，是赵小凡天赋太离谱，换个普通修士未必能有这么夸张的效果。估计一半是资质，一半是机缘。赵小凡本身根骨不差，又是2界唯一锚点，只怕神魂早已潜移默化沾染2界道运。你们说写出《道德经》的那位老人家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存在？有没有可能他早就预知到我们蓝星会有灵气枯竭、大道隐灭的末法时代，也预知到未来我们会遭遇异界文明博弈？大夏不能抓赵小凡，也无法阻止3本真经外流。原本可扣的棋局彻底倾斜，蓝星文明陷入新的被动。只要我们给的多，这些探子立场不是不能改变的。周玄长老，我修为又涨了，连破2层，突破到炼气6层了。赵小凡，你确定是从炼气4层直接突破到炼气6层？你在说什么梦话？长老，千真万确，我100%确定我现在就是炼气6层，我自己的修为我还能看错吗？半个月前，你仅凭一首蓝星歌曲，凭空从炼气3层突破4层，已经打破元阳界修行常例。这才间隔半月，你又直接连破2境。长老，你怎么忘了？我现在蓝星啊，以前没有先例，那我现在就是先例。你说的对，是我局限眼界了。立刻一字不差的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突破的。连破2境绝非小事，半点不能隐瞒。长老，我啥也没干，就是刚才翻了一本蓝星随处可买的书籍，整本书记载的都是古人道理，我就安安静静通读了一遍，前后不到10分钟，修为直接暴涨。你说你只是看了一本书，就直接连破2境？没错，这本书是蓝星数千年前一位道家圣人亲手所写，流传了数千年，现在彻底实锤了。写出这本书的大能，修为绝对高到我们无法想象。这就是蓝星上古留存的无上大道真经。小凡，立刻将这本古籍全部原样传回来，我马上给您传过去。宗主，天大机缘！赵小凡在蓝星寻获上古修士遗留的顶级真经，他竟通读了1遍，就凭空从炼气4层连破2关，直达炼气6层。赵小凡，你是不是闲得无聊，故意拿老夫寻开心，传过来一本空白册子？你告诉我这是无上道经？长老，您说什么呢？您再仔细看看，第1页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停下，别说了，你嘴里念的东西全是杂乱怪语，根本不成章法。我真没胡闹，也没看错。这里面会不会是2界之间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诡异阻隔？周旋，紧急传讯说发现蓝星上古真经，东西在哪？宗主，情况异常。赵小凡方才报备，他在蓝星通读一本当地上古馆籍，10分钟连破2境。可他将古籍通过跨界令牌传回宗门后，我看到的全属空白，无一字，无一道韵。方才他亲口诵读书中经文，可传入我们耳中，尽数是无序乱语，完全无法识别。赵小凡，再复述一遍书中开篇原文，一字不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停！赵小凡，目视书本，确认是否有字。宗主，全书清晰可见。宗主，我把另外2本真经也传过去。也是空白的。小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字？师傅，这是《道德经》呀，我以前上学还学节选段落呢。上面明明满满都是字，清清楚楚的。不是传讯部长，是蓝星上古圣道自带的所界规则。元阳界生灵无论修为多高，都无缘窥探。小童，你把书的第1页完整念给为师听一遍。好的，师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停吧。师傅，我念的不对吗？你念的没错，只是为师听不到正确内容。抄写也不行。师傅，是不是我太笨了？不是你的问题，你看得见。
说明真经是真的，我们看不见，说明它不属于我们。从今日起，这3本书你每日都要读，读不懂没关系，能读多少算多少，能记多少算多少。好，我每天都会认真读的。既然掠夺之路封死，那就换一条路。赵小凡在蓝星以身试道，王晓彤在宗门日日读经，双线取材，总有拆解通透的一日。让宋梅即刻来主峰寝殿见我。大哥，你这咋回事啊？刚刚明明修为大涨，怎么现在看着跟丢了钱似的？我刚刚把3本古籍传回宗门了，结果那几本书在长老和宗主眼里全是一片空白，半个字都没有。不是吧？还有这种操作？也就是说，同一本书在蓝星正常，在修仙界失效。还不止，我亲口诵读经文，他们听到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怪声。我还指望让宗门直接起飞，谁知道大道直接上锁。蓝星上古真经只有赵小凡、王晓彤能读，说明他只认蓝星本源。宗主需要弟子做什么？你去蓝星驻守一段时间。第一，观察赵小凡在蓝星的修行突破、大道感悟；第二，实地收集蓝星上古典籍，探明凡人世界真实战力。弟子遵命。一丝天地灵气都没有，彻彻底底的绝灵废土。宋梅师姐，宗门顶尖天骄，她怎么过来了？你便是赵小凡师弟？是我。宗主，我过来在这边驻守一段时间，往后这段时日，我一切行动听从你的安排。让宋梅听我安排，这我连做梦都不敢想。别，师姐，我哪敢让您听我的安排？以后这边所有的事儿，我听您安排。宗主既然如此安排，自有道理，你无需拘谨，正常安排即可。那行吧，师姐，之后辛苦你了。这位师姐是真的死板，只认宗门指令，不讲客套。报告，监测到全新跨界生命体降临，目标女性，境界层次不明，大概率远超炼气层次。他不是普通弟子，姿态对任务的执行方式都远高于赵小凡。所有监控组进入1级观测，不要惊动目标。师姐，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需要我带你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吗？简单告知即可。我主要负责2点：第一，记录你在这边的境界变化；第二，尽量收集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典籍，以及摸清这个世界的真实战力。看来宗门是真的铁了心，要抠出蓝星上古大道真意，而且宗主好像还想着举宗降临。这是我师姐，你直接喊大姐就行，反正她年纪肯定不比你小。糟了，女修最忌讳年纪，我这张嘴真该打。小彤，你带我出去看看。好的，师姐。爸爸，帮我跟学校请个假呗，我陪师姐出去转转。行，路上注意安全。师姐，你这身衣服太显眼啦，我们先去商场给你换一身现代衣服。可以。这大美女应该是和小童一起从那边过来的。肯定啊，一大早和小童一块出来，除了从那边还能从哪来？嘴贱，真的是嘴贱。大哥，你这下真闯祸了，我刚才看大姐眼神都不对了。我哪想那么多，我就随口实话实说而已。大哥，赶紧准备坐诊吧，外面病人都等半天了。没有灵气却能造出如此繁华的凡人城市，蓝星凡人的文明智慧确实值得宗门学习。他主动出门不是闲逛，第一，实地探查大夏社会运行格局；第二，寻找古籍，继续死磕蓝星上古大道。观测名单新增一位高阶异界修士。自从发现异界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现在靠着王晓彤手机拍下天眼诀和通读录音，我们第一次掌握了外界文字，不只是文字，通过文字示意反向推导，我们已经初步摸通了异界底层修行认知框架、功法构建逻辑、灵气运转规律。立刻归档，建立独立的异界文字基础数据库，加密封存，最高权限保护。分析组立样，以天眼诀为基础，反向推演元阳界修行等级划分、战力体系。师姐，我们先买衣服。目标进入商业体，准备更换服饰，所有画面实时存档。若元阳界凡人也能如此繁荣，宗门对凡俗的看法或许早该变了。师姐，别理他们，先试衣服。目标进入试衣间，周边人群无异常。太好看了，师姐你底子真的绝了，这种干净朴素的款式最衬你气质。此衣物轻便，行动不受束缚，确实比道袍更适合此地。目标已更换现代服饰，
仙家气息完全隐匿，外观与普通都市少女无二。即刻升级全市隐形监视网，外勤小组分批轮换跟进，一旦发现目标接触书籍有异常行为，立刻实施存档。天眼宗藏经阁万年积累不过3万余册，蓝星一座普通城市书店就轻松碾压宗门藏经规模。蓝星凡人短短数十载寿命，却以一代代记录堆出如此厚度。师姐，国学区在那边，我带你去。又是这个版本，赵叔叔之前也买过。在元阳界，我看它是空白，如今我能打破规则，窥见真意。书城全域监控接管完成，目标手部微表情捕捉完成。这是关键试验，他若能在蓝星本土读懂真经，说明老总留下的封锁不是绝对。他若依旧看不见，那蓝星上古圣道就彻底隔绝外界。所有画面同步备份，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要漏。我明明已经站在蓝星，为何依旧看不见？宋姐，身处宝山，却被天地规则挡在门外。我没看错吧？他一巴掌把书架拍飞了！别靠近，这力气也太吓人了。天都黑透了，师姐还有小童出去这么久，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大哥，大姐第一次来咱们这边，玩的久一点也正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大哥，小童说他们2个人现在在派出所里面，宋梅被扣下了。啥？师姐被蜀吴抓了？长老，出事了！宋梅师姐被这边官府扣下了。你说啥？堂堂天眼宗天灵根弟子，第一天到蓝星就被凡人官府扣下了？长老，我这边一整天都在给人看病接诊，师姐自己说要出去转转，我也拦不住啊。行了，这事确实不能全怪你，你赶紧想办法把人弄出来，不许用什么法术符箓强行捞人，更不能闹事。被骂了一顿呗，让我赶紧把人弄出来，还说不能用超出凡俗的手段。大哥，你要不要联系一下秦队？对，找秦队靠谱。他上次还给大哥担保办身份证。他打给秦正了。喂，小兄弟，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是遇上什么事情了吗？秦队，我老家来了个表姐，现在人被扣在辖区派出所了。这件事我帮你问问情况，你去办吧，但是不能做得太过简单顺畅，要适当让赵小凡明白这份人情来之不易。明白？秦队，今天要是没你帮忙协调，我们真的不知道折腾到什么时候。小赵，你这表姐可真是深藏不露啊！我翻看书城监控的时候，实打实吓了一跳。秦队，你别多想，我表姐就是从小在深山里长大的，久而久之力气就练得更大了点，纯属蛮力。完了，师姐这眼神比派出所还吓人。大哥这次真不容易，左边是警察人情，后边是修仙大劫。小童，你在宗门那边怎么样？爸，我说不出来，我脑子里清清楚楚记得宗门的一切，可就是说不出口，像是有什么东西拦着我。小童，爸爸现在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不管以后在宗门学到多少本事，你永远要记住自己的根，记住你是蓝星的孩子，是大夏的儿女。爸，我记住了，不管我以后变成什么样，我永远都是大夏人，永远不会背弃故土。宋梅比赵小凡危险太多，是否提前尝试建立正式接触？不行，赵小凡心思敏锐，宋梅更是高阶修士，但凡捕捉到一丝异常，立刻就会察觉问题。一旦他们发现我们已经看穿身份，全城布局监控，之前所有阴人伪装都会作废。就让他保持现在的状态，比任何明面合作都管用。大哥，天色不早了，忙活一天我们也累了，你们慢慢聊，我们3个先回房休息了。师姐，今天这事儿吧，其实也不能全怪我。我没说怪你。不是怪我，那为什么我更慌了？师姐，你这是干嘛？有话好好说啊，没必要动家伙吧？凭空拿出实体兵刃，是储物袋还是空间法器？这就是传说里的飞剑吧？上来。师姐，我能不上吗？不能。
修仙者还恐高，说出去丢人。可这玩意儿真不是我一个炼气6层该玩的。这座城市比我想象中更繁华。师姐，你要看城市，咱们可以坐车慢慢看，不一定非要飞这么高。你怕高？没有，我只是觉得低调重要。我试过，我的令牌无法催动，你的令牌为何能跨界传讯？你来。赵小凡，咦，宋梅也在啊？事情处理完了？长老，我们刚回来没多久。长老，我今日在蓝星书城亲自试过，《道德经》《周易》等上古典籍，我亲手翻阅，依然是空白。除此之外，赵师弟的宗门令牌我也无法催动，在我手中彻底形同废木。自你今日过去后，我们也有做出预判，蓝星上古先贤大道传承扎根天地，刻入世界本源，我们外来修士看不破正常。那岂不是可惜？蓝星遍地都是上古传承典籍，随处都是无价稻草，倒也不算彻底空手而归。不要执着死读典籍，沉下心观察此方世界的人文百态，日积月累，总能有所感悟。弟子明白。长老，弟子还有一事百思不得其解。同样是外来修士，同样身处蓝星天地，为何唯独赵师弟不受规则束缚？此事确实反常。小凡，你自己清楚其中缘由吗？长老，我真不知道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搞明白这是什么情况。别问我，我比你们还想知道。行了，机缘归你，差事归我们。大哥，你快看，今天网上爆出个超级大新闻，太炸裂了！大清早的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网上天天都是热搜新闻。网友扒出来了，一座飞升仙人衣冠冢，这座古墓的主人，我们整个大夏都知道他的传说。你说什么？飞升成仙？网上已经炸了，热搜前10占了6个，全都在说吕洞宾手写经卷的事儿。若这真是吕洞宾的衣冠冢，那里面的手稿就是无价之宝，笔锋里有道韵，不像现代人能随便临摹。怎么了？刚断开传讯没多久，又有急事？长老，蓝星这边挖出一座千年古墓，墓主人是这片天地传说里飞升成仙的吕洞宾。现在墓穴出土了他亲手抄写的经书，随身青铜短剑，3天后会在港城拍卖行公开拍卖。蓝星本土飞升仙人，你能确定此人修行路子真伪？不敢100%打包票，但蓝星现存不少内丹法门，都源自此人的理论，和咱们元阳界炼气存神思路有不少共通之处。既然疑似蓝星本土飞升者亲手遗留的道书，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都要想办法拍下带回。但切记凡事稳妥，切勿随意动用灵力暴露身份，自身安危放在第一位。弟子记下了。2亿多资金，本来是留给韩长老的生长，这次怕是要砸进港城拍卖了。方才你和周玄长老传讯，内容我都听见了。师姐，这事儿你也听说了？清晨路过客厅，听见刘强刷视频大声嚷嚷，你天生契合此方天地规则，能读懂本土所有文字道书。若是真能拍下吕祖手稿，或许能从中参悟独属于蓝星的修行大道，倒是一桩天大机缘。师姐你也别灰心，等我把经书拍回来，这次的说不定能看呢。主任，整套伪造文物已经全部做旧封存，工艺对标唐代顶级古法，3卷核心经文全部完整复刻，分别是吕祖志全篇、敲剽歌完整版单绝，以及最核心的太乙精华宗旨完整记录。主任，我有顾虑，我们这次复刻的可是完整正统丹道心法，如果赵小凡真能参悟出修行好处，岂不是白白成全他？你只看到了成全他的风险，没看到放弃布局的更大隐患。如果这次古墓风波让赵小凡空手而归，他必然会心生疑虑。我们所有材料学突破都要仰仗他继续出卖异界物品，而且我们的布局不是单纯送机缘，是层层捆绑。经文真实让他尝到甜头，流程合法让他查不出操控痕迹，最高层核心以1000年传抄易师为名合理抹去，能吊住胃口，却不足以让他一步登天。既喂足甜头，稳住人心，又锁住上限，掌控风险，按原计划推进，要让他相信这是蓝星自然现世的上古传承。这小凡子运气真是好的离谱，现在连蓝星传说中飞升仙人的手写手稿都要被他收入囊中了。怎么，你开始嫉妒一个后辈弟子的机缘了？嫉妒谈不上，就是眼馋。别纠结这事儿了，看看最新情报吧，这才是眼下整个15宗最离谱的变局。落霞宗跟风办学情理之中，正道中立宗门效仿也能理解，但玉寿门是怎么回事？魔道老牌势力居然建起了玉寿门第一小学！好你个王老怪，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思？我们魔道六宗世代同气连枝，向来以杀伐立道。结果你学着天眼宗、落霞宗那些正道做派，跑去教一群凡人泥腿子读书认字。那些凡人是世间最底层的蝼蚁，什么时候轮得到我们元婴老祖亲自下场，给这群蝼蚁传道授课了？我没有窥探到任何天道隐秘，唯一比你们多做的一件事，就是不狂妄自大。沈若水执掌天眼宗几百年，从无失策。林清霜高傲好胜，能让他放下身段全盘照搬的事，绝对不是儿戏。如今正道中立10几家宗门齐齐跟风入局，放眼整个燕国，只剩你们武宗死守老一套，固步自封。黄老怪，你是不是提前窥探到了什么隐秘？是不是知晓了这场全民办学背后藏着的终极谋划？你们看不懂天眼宗、落霞宗的办学布局，就直接嗤笑荒唐，认定无用。我看不懂，就先观望，先入局。凡人生来就是蝼蚁耗材，怎么可能承载大道根基？怎么可能撼动修仙格局？口说无凭，你们自己看。这纸不对劲儿啊！不是灵才所制，就是普通凡人纸张，怎么能有这般质地？这字迹字字如一，没有半点人工手写痕迹。惊讶吧？这就是我从落霞宗打探到手的新式造纸术和货字印刷术，只要排好字模，片刻之间就能批量印出千百本书籍，效率碾压古法万倍。你们以为办学只是教小孩认字？不，这是在抢凡人根基。我御兽门抢先一入局，就是抢占未来1000年的先机。技术原理、工序步骤、原料配比，全部都在里面。这5套教科书你们留下。看不上丢了便是。我魔灵门的学堂开篇必须写我是魔灵家人，照抄御兽门规制，先把学堂立起来。不管幕后谋划是什么，先入局再说。黑煞宗真的不打人了？刘执事，咱们魔灵门什么时候需要讲爱家爱宗门了？以往不是不听话直接罚吗？少废话，照抄照印，一字不许错。老祖，其余宗门全都照办套路，咱们的仙机是不是快没了？仙机从来不是靠守着规矩来的，他们只是学表面收拢人心，没有后面更深一级的课本，就看不懂学识堆叠、技术迭代的底层逻辑。全员入局，全员模仿，全员浮于表面，这就是宗主真正的格局。办学不是为了教化凡人，是为了重固整个元阳界的文明底层逻辑。算术构建量化思维，自然通识解界天地规则，工程技术打破古法桎梏，思想成真建立秩序归属。3层叠加金晶，筑基后期全力劈击都只能留下浅痕，居然被这银色灵能直接穿透炸裂。7天同读初中物理学，拆解能量传导逻辑，最终研带出第1代灵能激发武器。长老，课本里的力学、导流、压量、能量守恒逻辑，完全适配灵力运转。按照量化数据，每次改造都有明确方向。第1代灵能枪先标准化量产，从今天起，天宫院成立灵械武器司。别人读周易看卦象吉凶，我看到的却像是天地运转的规律，万物成形的根源逻辑。观鸟兽之文与地之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使之气用。蓝星上古圣贤观察天地万象，模拟万物之行气。元阳界炼气却只讲灵力、阵文、灵才，2条路本该是1条路。以前我只能死记步骤，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现在看，每一道阵文弯曲弧度都对应阴阳平衡，每一次灵槽叠断顺序都暗合万物相生。大哥这是又悟了。别说话，万一打断了咱们担不起。他又有重大收获，偏偏我什么都看不见。报告首长，目标取出秘册，系统精准比对确认，是异界宗门完整炼气图解，属于修仙宗门正统修行炼气体系。炼气图解，那是外界修士打造法器灵械、阵法器具的核心工业体系。如果能和蓝星现代科技结合，可能比几十件外界器物样本还重要。这东西必须想办法拿到手。我们之前只能拆解异界材料，靠着推测和分析去想象修仙文明的工业，现在是完整图解。只要吃透这套图解，我们就能对修仙文明的炼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用超算系统逐帧收录异界炼器图解，发给首都科学院研究。离谱，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现有的材料学模型。这不可能，常温无外力，纯能量度化百上，这完全推翻了我们传统冶金的基础认知。我终于明白差距在哪儿了。
我们蓝星科技是发现规则，利用规则，但这套修仙炼器术是直接操纵微观规则，篡改结构，重构物质形态。诸位先冷静，这套炼器工艺所有操作的梅制灵气，这是先决条件。没错，异界天地自然充满灵气，是他们整套工艺运行的基础。我们蓝星不存在原生灵气。不用悲观，灵气本质只是一种高活性游离能量载体，既然是能量载体，就存在替代方案。短期试验方案使用强电磁场、高能磷离子说、高频电冒充充当临时替代介质，但无法复刻高阶炼器效果。中长期2条路线并行。第一，持续依靠专项组，通过赵小凡稳定获取异界样本，捕获微量游离灵气。第二，投入算力研究能量转化装置，尝试把电能转化为具备灵气相似特性的高能场域。各位，我插一句，我们从拿到测灵珠碎片的第一天起，就在尝试反向解析它的检测原理，但一直卡在一个环节上。我们只知道它能感应灵根，不知道感应的是什么信号，也不知道信号如何转化为可见的光带。配合小童的血液数据，我们确认了一件事：灵根在生物层面对应着一种特定的微观能量印记。测灵珠的作用就是捕捉这个印记，而这本图解里恰好有一套关于能量标记识别的逻辑，它的底层原理应该和测灵珠是相通的。测灵珠的碎片告诉我它做了什么，血液样本告诉我它检测的是什么，炼器祭典告诉我它可能是怎么做到的。给我3天时间，我应该能把属于大夏自己的测灵珠做出来。通知所有专项筹备组即刻待命。如果测灵珠研制顺利，3天后借局乱天计划所有前置筹备环节全面提速。全国适龄青少年隐秘筛查方案、天才建档追踪体系全部提前启动推演，随时准备全域落地。报告主任，紧急突发情况，目标人物宋梅刚刚被辖区派出所依法带走，目前留置候审。详细汇报全过程，起因结果，涉事人员一字不漏说明白。根据路面监控，傍晚宋梅独自离开小院外出，8点左右，她在城南一家网红烧烤店独自用餐，结果吸引了5名男子的注意，他们主动上前搭讪骚扰，言语轻浮，举止油腻，存在明确的肢体冒犯意图。后续宋梅正当防卫，全程不足3秒，5名男子全部倒地，失去行动能力。目前宋梅已被派出所带走配合调查，全程态度淡然，十分配合笔录工作。另外，我们紧急溯源核查完毕，5名涉事男子并非普通闲散人员，是绿藤市本地盘踞多年的黑恶势力团伙骨干。该团伙幕后头目极度暴怒，扬言要动用所有人脉关系，彻底废掉宋梅，让他付出惨痛代价。离谱，真的太离谱了！黑恶势力头目扬言废掉宋梅，怕不是不知道自己惹的是什么级别的存在。凡人团伙叫废掉修仙宗门高阶修士，这简直是本年度最好笑的笑话。即刻对接辖区派出所，定性本次事件为正当自卫。走完法定流程后，立刻无条件放人。第二，启动绿藤市全域扫黑专项行动，即刻落地，连夜执行。第三，下发内部长效通知，同步全国所有城市治安系统，建立异界来贺维稳预案，全域排查市井地痞、黑恶势力。核心原则只有一条：杜绝一切可能主动挑衅异界修士的行为，从根源掐灭所有不必要的冲突隐患。我们不能让这群市井杂落的无知狂妄毁掉整个蓝星文明的存续大局。收到，即刻执行。喝点水吧，别紧张，就是做个笔录。我没有紧张。行，你也是的。那几个混混是这一片出了名的地痞，你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坐在那种地方吃饭，也太……好吧，好像你确实不用怕他们。定性了，正当防卫，你可以走了。哎，你等会儿，我正好下班送你回去。不用不用我说了算，就你这模样，别又遇见什么不开眼的。小赵神医呢？出来接客啦！你怎么跟我师表姐一块回来了？她是你表姐？你表姐刚才在派出所待了半天，你不知道？派出所？我表姐又怎么了？她一个人在烧烤店吃饭，被5个混混围上来骚扰，言语下流，动手动脚。真的？谁干的？骚扰大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在哪儿呢？敢动我们大姐，活腻歪了！停，都给我停下！人已经没了。没了，死了。什么死了？人已经被小宋放倒了，5个全部全身多处骨折，现在全都在医院躺着呢。该便宜他们了！要不是大姐手下留情，这几个人现在应该已经在太平间躺着了。算他们运气要好，没遇上我。对了，你不是在刑警队吗？怎么是你送我师姐回来？你调到这边了？别提了，谁知道上面抽什么风，把我从刑警队调出来了，扔到派出所做窗口，你说气不气人？秦队，我记得小陈是之前你们队上面的安排，别问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主人的意思是，
他以送宋梅回来这件事为契机，和宋梅建立起了正常的人际接触，以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宋梅身边，这是最好的监测线。那我们要不要告知小陈真相？不用，他知道的越少，表现得越自然，让一切顺其自然就好。行了，我回去了，你们早点休息。对了，以后要是你们这边再有什么麻烦，直接打我电话。谢了。师姐，以后你要出去跟我说一声。这边虽然没修士，但有些麻烦不是靠修为就能解决的。你看完周易后，能不能把你的感悟写下来给我看看？当然没问题。阿东大西，你们快看新闻，城西那个鸡毛哥被抓了，还有南边那个开赌场的黑三在别墅里被带走了。动作也太快了，前几天还在街上横着走呢，说没就没了。该，以前干吹收的时候可吃了不少他们的亏。还好我们现在跟着大哥做正经事儿，不然这次肯定也得进去。涉黑团伙骨干全部落网，所有的保护伞以及羁押旧案正在同步清理。治安巡逻已经覆盖城中村周边所有街巷，小院外围保持常态布控，不改变现有节奏。主任，有一组异常数据，过去3天，绿藤市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较历史同期增长了近20%，其中有6人的居住地点集中在城中村周边半径2公里范围内。冲青铜器来的，继续深挖，先确认他们背后是谁。我的线人确认了，那批青铜器的交易地点就在这片区域的一家茶楼。青音阁，交易大概率是在包间里完成的，外人很难看到。大夏最近的动静太反常了，那种级别的导弹试射公开的毫无铺垫，不像是正常的军工展示，更像是刻意给谁看的。所以我们来了，不管他们在藏什么，只要有痕迹就一定能找到突破口。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那批青铜器的碳14检测数据是16000年，而且很可能有非蓝星已知矿脉成分，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考古发现。谁掌握了这批东西的来源，谁就掌握了大夏最近所有异常行为的关键线索。这阵纹要是真能画出来，不知道好不好用。我是天眼宗人，天眼宗是我家，我爱天眼宗。这首沧海一声笑是真的绝，太对咱们修士的胃口了。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适配我们的专属音乐？你们看李师兄，他平日里苦修最是古板，今天居然跟着曲子舞剑，估计这首音乐契合他的道心了。自我入道1000年，从未见过天眼宗有这般鲜活鼎盛的模样。新旧相融，文武兼备，教化凡人，革新术法，开拓商路，条条都是新生大道。真的变了。如今我天眼宗办学于人，走的是增量大事，步步都是向上之境。这套全新体系正在一点点打破修仙界万年不变的桎梏，我宗根基已然远超其余宗门。其余宗门只学皮毛，不得精髓，根本无力追赶。今日此去宗门大比，优势在我天眼宗必将大兴于元阳。诸位师侄，我们等待这一届16宗大比已经等了太久，我只问大家一句：这一趟灵虚秘境有没有信心拿下第一？有！你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契合自身心境、适配自身战法的战道乐曲，我十分期待诸位在灵虚秘境之中大放异彩，让所有宗门好好看一看新时代天眼宗弟子的实力。周长老放心，我们比不上天宫院的师兄弟，没办法静下心钻研灵械、推演新式阵法，可我们擅长厮杀，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天眼宗的尾部复兴而战斗。说的没错，钻研造物我不行，上阵斗法我绝不退缩，再配上专属 BGM， 我无敌。好了，所有人回归站位，目标灵虚秘境，出发！遵命。以前我一直觉得咱们这艘御风车速度尚可，可自从知晓蓝星拥有50倍音速的导弹之后，再看咱们这御风车，越看越觉得慢慢吞。不必心急，天宫院已经把新一代高速御风车列为重点项目，全力攻坚，最多半年时间，全新版本就能落地成型。新版御风车速度能够达到如今这艘的3倍，届时就算长时间持续高速航行，也不用频繁停靠补接灵材，那就是9倍时速。若是遇上战时，最后即便打不过，有了新式御风车，谁能拦得住？不止这些，后续量产的细风车可以预留搭载玲珑星炮的阵位，遇到危险不必被动防御，
可以主动发起攻击。好，早该如此。韩秋，零零枪威力没得说，就是持续射击之后阵纹容易过热。天宫院那边说还在改良散热结构，已经很强了。金丹之下，若是猝不及防被击中，防御法器都扛不住。长老们吩咐过，适当展露实力，但不能一次性把所有底牌全部揭开，得循序渐进。都记牢了，进秘境第一件事别乱冲，先保住命最重要。灵虚秘境有强制传送规则，咱们哪怕是同一波踏进来的人，落地位置也是随机分散的。运气好能2、3个人凑到一块抱团，运气差的直接孤身一人落荒山野，四周全是陌生妖兽和别的宗门对手，千万别有侥幸心理。还有一点，秘境外围常年萦绕寂灭灵物，不是静止的，是持续向内收缩的。这物专啃灵力，只要深入其中，体内灵气就会被疯狂侵蚀，持续耗空。真是好大的威风！一届区第一阶弟子的秘境大比，天眼宗直接出动4位元婴领队。沈若水是胆子变小了，还是太过看重这一届比试？封山太久，宗门众人憋得无聊，趁着大比的机会出来走走，见见各路老熟人，谈不上什么威风不威风。李煜，我的好侄儿，数10年不见，你还认得本座吗？前辈说笑了，晚辈自幼在天眼宗修行长大，从未踏足黑煞师地界，不曾识得前辈。好一个不曾识得！几十年前，日日围着本座身前身后转，一口一个叔父叫得亲热无比。入了天眼宗山门，就不认旧人，不认故土了。李道友此言就不对了。李师侄年少懵懂之时，便入我天眼宗修行，他忠于栽培自身的宗门，何错之有？说起来，我还要多谢李道友大度。风雷双翼灵根，万年难遇的顶级天才，黑煞宗居然甘愿拱手相让，换作是我，可绝对没有这般舍得放手的胸襟和气度。李老怪这般大方，下次黑煞宗再出顶级天才，尽管送来我们道玄宗。时辰已到，20载一届16宗大比正式开启，各宗带队元婴合力开启秘境通道。秘境通道成型，各宗弟子依次入秘境，2日后全员撤出，逾期滞留者生死自负。诸位弟子入秘境，记住我们今日所言，拿出天眼宗新生之势，拿出我们的大道心机。谨遵长老法旨。运气不错，刚落地就撞上一只落单的天眼宗炼气蝼蚁。你一个小小的炼气9层，撞见我筑基修士，不躲不逃也就罢了，居然还敢笑！你在笑什么？我为什么笑？当然是笑你无缘潜伏，进入秘境不去找机缘，偏偏撞上我。看来今天你的结束在此。一个区炼气9层的蝼蚁也敢跟我谈结束？现在的天眼宗的人是疯了吗？谁给你的勇气？你不懂，如今的修仙界，暗地里早就变天了。不知死活！不可能！正常炼气修士，我随便一道灵力就能碾压击溃。你不仅一剑劈断我的法器，灵力对冲居然还能跟我5五开。因为时代变了。不对，这根本不合常理。哪怕是天灵根都做不到这种跨界战力。你到底修炼了什么邪术？你身上到底藏了什么秘密？宗门内部演练师兄弟彼此留手，根本打不出真正的生死搏杀感。今天不一样，对面招招要命，才够痛快。什么叫音乐战神？这就是。你这筑基修为也就这点本事。天眼宗居然藏着你这种越级怪物，是故意压境界卡在炼气9层的吧？天眼宗就不怕你陨落在此？我在宗门里就是最普通的一批弟子，修行40多年，死卡在炼气9层，从头到尾和天才2个字沾不上半点关系。至于我为什么能跨界压你，死了之后自己去问地府鬼神吧。必须立刻逃，不跑下一秒必死无疑。
这家伙的危机感很强，可再能躲，也躲不过一直被追杀。吴京，吴兄，你堂堂筑基修士，怎么搞得这般狼狈逃窜？难不成遇上秘境顶天妖兽了？别打了，快逃！赶紧逃！还真碰上了熟人，那就一起算战绩。不是炼器，天炎宗到底造出了什么怪物？16宗大比没有情面可挖，除了自家同门，其余宗门都是敌人。远处那东西太恐怖，绝不能暴露位置。搞住，只要搞到秘境结束，就算赢。西南有黑煞宗猎杀队，3筑基7炼器，方向锁定鲤鱼，附近同门注意，准备支援。长老，怪物！天眼宗的人全是怪物！梁峰，你是我幽冥道顶尖真传，筑基后期修为，入秘境仅半个时辰，到底遭遇了什么绝境，逼得你动用唯一一次的破空保命符逃出来？长老，弟子入秘境之后，第一时间集结了魔道同盟的同门2名筑基修士，7位精锐炼器，整整10人小队。可我们赶路途中，刚好碰见了5名天眼宗弟子，清一色的炼器修为。没想到什么？你快说，磨磨蹭蹭做什么？那5个天眼宗炼器修士爆发出来的战力，居然完全不弱筑基修士，个个都有跨劫搏杀的实力，闻所未闻，有史以来从未见过这般离谱的事。天眼宗封禅到底偷偷搞出了什么名堂？不可能！炼器战力对标筑基，还一次性5个人，这是在讲梦话。他们不是一个天才，他们每一个都是天眼宗！你们到底藏了什么鬼冒道？到底搞了什么诡异手段？炼器修士搏杀筑基修士，还有那种无声无息瞬杀筑基的新式诡异法器，你们天眼门藏的可真够深的。我问你们，这5人能跨劫战筑基，是不是意味着你们天眼宗所有炼器弟子全员都具备跨劫战力？这代表你们天眼宗掌握了系统性可复制的跨界作战手段，能批量造出越级修士。跨界作战的门道我们确实有，但算不上什么邪门鬼术，也没有多玄奥。诸位都清楚，天阴门以阴律入道，能让人静心固道，也有极少增幅战力的妙音，能让人短暂跨劫搏杀。这一点诸位没人否认吧？我宗门顶级神曲确实可助修士破境悟道，短时增幅战力。天赋契合者的确能越阶一战，只是适配者万中无一，根本无法普及。莫非贵宗弟子全员跨阶，依靠的便是类似的阴律之道？没错。荒谬至极！谁不知道音律增幅的局限？每一首悟道神曲适配道心极其苛刻，顶多造就个别特例，怎么可能让你们天眼宗所有参赛炼器弟子全部匹配专属战曲，全员跨阶？你看你又急了。倘若我说我天眼宗掌握的战道乐曲数量足够多，适配性足够广呢？乐曲多到足以覆盖所有修行道心，足以让我宗200名参赛弟子人人都能找到一首完美契合自身修行、适配自身战斗节奏的专属战曲呢。哦嘿，哦修满重了，我的灵力突破了，这不是普通乐曲，这是神曲。小童，你怎么看此番秘境之外的局势？各位长老爷爷坐得很稳。魔道6宗本来因为弟子大量陨落，满心敌意。正道和中立宗派也因为我们能批量跨阶增强战力，心生警惕。若是我们直接拿出灵能枪械、灵能无人机这些他们完全看不懂的东西，所有人都会陷入未知恐惧。到时候16宗大概率会抱团敌视我们，既坦诚展露实力，又不让大家觉得我们掌握了禁忌鬼术，再当众开放神曲，让所有人鉴赏。虽然暂时消解了敌视，但也挑起了贪念。接下来他们会疯狂想要获取这些战道音律，而师父你肯定会给他们，因为师父你清楚，宗门未来的核心根本从来不是那些战曲，而是不断迭代的天宫院技术，普及全民的山下学堂体系。难得你小小年纪便能看透这一层布局，眼光很不错。师父，我好歹是完整读过9年义务教育的，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说
完整接受过系统化通识教育的人，扔到古旧落后的时代里，基本都够得上王侯将相的格局。此话不假。我相信在师傅的布局下，天眼宗的新式体系会传遍整个元阳界。灵力耗尽，今日便到此为止。四位道友既然当众展出此法，想必并无藏私之意。如此逆天的大道神曲，必能造福整个炎国修仙界，还请天眼宗开诚布公。诸位同道多虑了，我天野宗习得全新战道音律，自然不会独享机缘。此番开放神曲，就是打算与16宗共享，整体拔高我炎国修仙界的实力底蕴。我炎国修仙界整体实力越强，抵御外患的底气就越足，这是惠及所有宗门、所有修士的好事。道有高义，天眼宗胸襟格局令人佩服。不过这批神曲是我天眼宗数十载潜心钻研，历经无数次试错打磨，才最终完善成型的。数十年付出的心血代价，总不能白白落空。韩道友放心，我等岂能让贵宗白白付出？诸位道友，不如我们以灵石作价，按区收干。引气洗脉，凝气筑基，蓝星的凡人网文化本，每一步入门细节竟都摸到了真实修行的底层脉络。神识剥离、拆分、控念，多线并行，元阳界竟从未建立过这种系统体系。元阳界所有功法，默认灵力一次凝练成型即止，为何不能2次、3次循环提纯？通了，不用换传承，只要多一套循环提纯思路，所有修士的灵力根基都能再上一个台阶。标记传送、小型化、随身化、秘术化，这会彻底改写修仙界逃生遁法体系。化神第一步，神魂脱壳，独立天地，不依灵力，不负元婴，方得自在真我。方向是对的，古籍无载，先前无传，却是真正独立于元阳界之外的突破化神之法。这本书的作者真的只是一个凡人杜撰想象的吗？简直不可思议。无价。蓝星凡人不受雇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师兄，我们算是活下来了。活下来只是侥幸，那个李玉根本不是单独行动，他只要发现敌情，不到片刻，四面八方就会冒出天眼宗的弟子。壮，你怎么现在才来？收割了多少？17个。可以啊，你的战绩稳如刨钱。200人，一个不少。幸好我们没有跟风针对天眼宗。我们人多，趁出口未开，最后联手围杀一波。疯了！你想找死，别拉上我们！本届秘境大比，天眼宗弟子全部归队。几位，本届秘境大比，我6宗损失过半精锐，你们天眼宗难道不该给我们一个交代？李道友这话讲的就没道理了。16宗大比本就是秘境混战，参与历练有伤亡再正常不过。历届大比，各宗谁没给弟子下发护身秘宝、保命符箓、绝杀底牌？只不过一届，我天眼宗弟子的底牌刚好比各家强了一点点而已。技不如人，落败殒命，怪得了谁？强一点点，那锁定必杀的诡异圆通法器，还有那无视距离、实时互通的传讯焰器，是元阳界100万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东西。今日必须给所有宗门一个说法。诸位何必把凡人看得那般低？亿万众生的智慧洪流，凭什么不如宗门修士？天眼宗诸多新式大道，皆源自凡人百态，吸纳凡人无尽脑洞生活智慧，反哺修士大道。大哥，就是这家，这条街牢牌的纸质小说书店，全城最全的网文租书铺，没有之一。我没事的时候没少往这里跑。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彻底普及，看小说全靠实体纸质书，网上更新太慢，盗版杂乱，大家都爱来店里租成套的完结网文。玄幻、仙侠、都市、修仙这些什么类型都有，库存堆得满满当当。当年整条街就属这家店最火爆。柳道有一席话，堪称振聋发聩。想我道玄宗立宗之初，本就以教化苍生为立宗根本，代代传可岁月流转。我辈修士早已忘却初心，再也没有真正俯身踏入凡俗，体察民情。今日听闻此言，才知我们早已固步自封，白白错过了无尽智慧机缘。柳道友此言简直醍醐灌顶，点醒了我等梦中之人。如此看来，贵宗早早开设山下学堂，普及真知，根本就是提前布局，借众生智慧养宗门大道。既然这些新式灵械传讯器位皆是汲取众生智慧打造，我天华门心生向往，不知可否详细为我等讲解一番？我天华门愿虚心求学，共探这条全新大道。
蓝星凡人竟能把修仙想象写成这么多完整体系。大哥，这些都是当年火过的网文小说，要买的话能装满1车。那就1车。天眼宗胸襟广阔，新式器械造福大道，不知这批灵器器物是否对外售卖？我宗愿意高价扫购。诸位道友无需急切，既然我天眼宗立志带动燕国修仙界共同进步，自然不会藏私。今日免费赠送每宗1套制式装备，无人机、热成像翼、对讲机组、制式灵能枪全套配齐。诸位道友带回宗门，可以自行拆写、观摩、推演、仿制。天眼宗高义，可取冠绝燕国。有此胸襟，难怪能开辟新式大道。当然，丑话说在前头，日后再想添置，就只能按市场价足额支付灵石购买了。哼，这群魔道老贵不会真心认怂。让他们查，只要摸不透跨界这一层，他们就永远只能跟风模仿，落于下风。赵小凡，即刻批量收购蓝星所有成型修仙网小说，体系越完善越好，越多越多。圣体正地路，我为天地，能镇杀世间一切敌。这格局放到修仙界，妥妥的绝世天骄道心。大哥，这本当年火遍全网，里面的修行体系完整吗？能不能落地参考？这个不好说，打斗贼帅，逼格贼高，就是战力设定有点离谱，夸张的没边儿。没事，先收下。大哥，这本是3部曲，还有后2部，店里肯定有存货。那就全都买。这么多，只要沾修仙、玄幻、大道、修行的，全都打包。这本也火过，还有这套，当年租的人最多。大哥，后备箱快塞满了，后座也能塞，实在不行我抱着。这么多书，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奇怪，难不成异界宗门现在迷上看网络小说解密了？不，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目的。如果只是单纯看书消遣，那倒无关紧要。怕就怕，他们是真的能看懂，真的能从这些网文里悟出什么东西。所有修仙网文根源全部来自大夏上古神话，很多网文作者本身深耕传统文化，创作时或多或少会借鉴改编上古真经典籍的碎片内容。那个异界宗门让赵小凡大规模购买，就代表他们没有像上古真经那般受到制约。一旦他们从这些网文中解析出隐藏的大道碎片，后果不堪设想。这简直是反向薅羊毛！快切断所有外网连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终于凑齐了。宗主，您看，宗主，我足足收了满满1车修仙玄幻小说，市面上热门的、老牌经典的，基本全凑齐了。辛苦了，传回来吧。不辛苦，不辛苦，都是为了宗门大计，一点都不累。这本书好像又不一样了。好久没这么安安稳稳看小说了。上学那会儿天天熬夜追更，步入社会之后就再也没碰过，一晃好多年了，真怀念啊！以前就图个热血好看，谁能想到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能跟真修仙扯上关系？这上面的记载竟然和我最近遇到的怪事一模一样，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望前，你快看，10多年前你随手写的框架网文，现在正被修仙者捧着研读，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出什么？应该看不出什么东西吧。我当年写修仙旅行的时候，修仙网文体系还没完善，只搭了个最基础的灵根、炼器、筑基的空架子，哪能启迪真正的修士？小宋，今天没吃够，明天我再带你去打卡另一家老字号烧烤，味道比今天的还绝。好。大姐回来了。师姐，你可算回来了！我今天大批量采购了超多修仙网文，刚刚已经全部传回宗门了。宗主特意传讯交代，这些蓝星网络小说里面藏着大量大道碎片，能颠覆传统修行认知，对我们修炼破境都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上古真经我看不见，这些小说若真能悟道，就是我的机会。完了，最怕的情况应验了，人家宗主亲自下场认证，这些网文是真的有用。秦正，按计划行动。哟，今天这是怎么了？全员沉浸式看书呢。秦队，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是有什么事吗？好事儿，专门给你送东西来的。你之前托局长办的身份证，今天刚出证，我正好顺路，就直接给你送过来了。太感谢你了，秦队，这下可帮了我天大的忙。现在他们已经得知修仙文里就能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这吕祖手稿对他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他一定会去。网文小说终究还是比不上以死成仙的吕祖留存。你再说一遍，此次榜首是天眼宗，而且他们宗门弟子全员无损归山。宗主千真万确，
此次秘境魔道6宗弟子折损过半，我们正道几大宗门个个都有弟子受伤陨落，就连顶尖宗门都难免损耗，唯独天乙宗一行人对于这次大比跟去秘境踏青游帆没有半点区别。不可能！上一届16宗大比，天眼宗仅仅排在第9，短短20年时间，怎么会脱胎换骨到这种地步？宗主，因为他们走出了一条我们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全新大道。这是天眼宗免费赠予每宗的制式灵械，允许我们随意拆解仿制。太离谱了！这既不是传统法器的灵力震荡，也不是公主术法的蛮力轰击，是纯粹的灵力柱定向击穿。不止灵械，天眼宗柳元基长老当众奏响战道神曲，牵动全场所有元婴长老的道心。柳元基长老当时还说了一句话：亿万众生的智慧洪流，凭什么不如宗门修士？吸纳凡人无尽脑洞，生活智慧才是反哺修士的大道。传令全宗：第一，设立灵械推演堂，调度全宗人力物力，集结炼器高手，倾尽宗门之力，钻研复刻全套新式灵械。第二，即刻派遣宗门擅长音略、悟性出众的弟子前往天眼宗交涉，重金采购全部战道神曲。第三，山下学堂绝非表面摆设，即刻升级为宗门核心大计，全力办学，广开民智。第四，遴选100名心性温润、待人平和、性格沉稳的弟子，深入凡人城镇村落，走访百姓，记录众生想法。当初我说跟着天眼宗办小学，你们一个个说我自降身份，说我丢了落霞宗的脸面。现在呢，整个燕国其他宗门全在跟风办学。宗主英明，提前看懂了大势，没想到沈若水布局如此深远。够了，不必夸了。我问你，天眼宗流出的无人机、热成像、对讲机、灵能枪，我们落霞宗能不能仿制？回宗主，这些涉及多层叠加的新式原理，我们暂时没法完全吃透，需要长时间拆解推演，反复试验。但灵能枪不一样，它核心依托物理动能、弹道力学、灵力束压缩原理，和我们传统炼器术法轰击逻辑有相通之处。只要吃透基础理论，完全可以成功仿制，批量打造。能造就行，灵力枪立刻组建专项小组，剩下几样设备不急，慢慢摸索，稳扎稳打就行。宗主，如今正邪、中立各大宗门都已经挑选合适弟子下山，深入凡间村镇，专门聆听百姓心声。我们落霞宗是否也要同步派人下山跟进？传令下去，即刻挑选心性温和、擅长沟通的弟子下山，和其余宗门一样，走遍市井村落，认真聆听，见闻脑洞，无论有用无用，全部汇总回宗。沈若水，我的好师姐，不管你藏着什么秘密，不管你有着什么机缘，无所谓了。你有的，我现在也有了。终有一日，我必会追上你的脚步，和你角逐这元阳界的顶级大道。